宫殿前人声鼎沸，民众高举双臂，欢呼声此起彼伏。圣女万岁！皇帝陛下万岁！请赐予我们祝福吧！圣女大人。多罗西站在高处，看向下方涌动的人群。谢谢大家，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所有人，愿祝福、爱以及和平与你们同在。她是曼佩林帝国的圣女多罗西。民众在下方祈祷。一个孩子穿过人群，地上一朵小花。多罗西弯下腰，接过那朵花。在这个帝国里，每一个人都爱戴我，崇拜我。多罗西接过那朵花，放在唇边，闭上双眼。除了一个人，多罗西走向宏伟的殿堂，推开沉重的大门。侍从的声音响起：“陛下，圣女大人到了。”多罗西停下脚步，看向前方。他走进空旷的大厅，走向台阶之上的王座。西奥多坐在那里，看着走近的多罗西，嘴角上扬：“你终于来了，圣女，我一直在等你。”曼佩林帝国的皇帝西奥多·埃利奥特坐在繁花簇拥的王座上，在民众眼中，他是一位仁慈而睿智的统治者。多罗西微微躬身：“是的，陛下。”西奥多看向他：“啊，圣女这个称呼对吗？我有点困惑，我该怎么称呼你？”多罗西停下脚步，看向前方。西奥多身体前倾，盯着多罗西：“到底该叫你什么？”他是唯一一个厌恶圣女的人。西奥多继续说道：“圣女或者骗子。”多罗西站在大厅中央，看向西奥多。在这个信仰神灵的国家，他必须赢过这个男人，这个不仅不相信神灵，反而蔑视神灵的男人。为了能过上平凡的生活，在前世，他的名字叫普仙女。作为巫女的女儿，她天生拥有神力，母亲总是告诫她要接受神灵。仙女啊，你不能一直拒绝神灵，如果你听到了神的话语却不顺从，就会遭到诅咒。但她讨厌巫女的生活，因为母亲是巫女，所以才给你取名叫仙女吗？普仙女，哈哈。听起来真是个法力无边的名字啊！普仙女站在繁华的街头，看着手中的证件，听着周围的嘲笑声。她已经厌倦了神灵和鬼魂，只想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她以为只要改掉这个名字，就能逃离这种命运。但在她前往区政府改名的那天，刺耳的刹车声撕裂了街道，强光瞬间笼罩了她，手中的文件散落一地。这就是我的结局吗？普仙女倒在血泊中，看着漫天飞舞的纸张，意识逐渐模糊。我曾以为早点死去也比当巫女要好，但当死亡真的降临，我却感到如此恐惧。我想活下去，如果我当初选择相信神灵，是不是就能避免这种毫无意义的死亡？太虚无了，意识在黑暗中沉浮，耳边传来模糊的呼唤：“多罗西，多罗西！”多罗西猛地睁开眼，阳光刺痛了双目，他发现自己正站在一片陌生的树林中。这是什么？他环顾四周，茂密的树木遮天蔽日，草地在脚下蔓延。多罗西靠在树干上坐了下来，大脑一片混乱。我不是已经死了吗？他抬起手，按住隐隐作痛的额头，试图理清思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多罗西按住额头，我明明出了车祸，但现在身体却完全没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抬起头，看向前方，眼前的景象让他屏住了呼吸。他推开繁茂的枝叶，走向光亮处，眼前豁然开朗。一座宏伟的白色城市矗立在远方，尖塔直插云霄，建筑群在阳光下延展。我的天啊，这到底是哪里？多罗西站在山坡上，看着这陌生而壮丽的世界，陷入了巨大的震惊。当我再次睁开眼，我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远处隐约传来钟声以及人群的喧闹声。多罗西走进喧闹的集市，虽然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既然来到了有人的地方，就必须弄清楚现状。多罗西环顾四周，看着来来往往的陌生面孔，我该向谁打听呢？他的目光停留在前方，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人正坐在记录着什么。那个人穿着制服，是警察吗？我应该去问问他。但麻烦的是，所有人都在排队，长长的队伍一直延伸到街道尽头，人们神情疲惫，带着简单的行李。多罗西叹了口气，虽然不知道他们在排什么队，但想问清楚就只能跟着排了。难道这里没有咨询中心吗？他站在队伍中，观察着周围的环境，这里到底是哪里？看起来不像是拍电影，而且这里肯定不是韩国。周围的人长相和语言都完全不同。最奇怪的是，为什么我能听懂这些人在说什么？旁边的男人转过头，打量着多罗西。警察局，小姐，你是说警卫所吗？看来这位小姐也是个流浪者啊。下一位，多罗西回过神，走到桌前。是的，你好，我迷路了。警卫员头也不抬地握着羽毛笔。名字？多罗西愣了一下。什么？警卫员重重地放下笔，抬起头盯着他。我说，你的名字？多罗西有些局促。普仙女。警卫员停下动作。圣女。多罗西疑惑地看着他。警卫员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喂，你们听到了吗？他说他叫圣女。周围的警卫员也跟着哄笑起来，真是笑死我了。我听过流浪汉说的各种胡话，但居然有人敢用建国神话里才有的词当名字。多罗西站在原地，感到莫名其妙。你们在说什么啊？我说我叫普仙女，不是圣女。警卫员笑得直不起腰。啊，真有意思。拿好这些文件，我的班次刚好结束了，我带你去临时收容所吧。多罗西还没反应过来。什么？不，我只是想让你送我回家。多罗西还没来得及拒绝，就已经不由自主地跟在了他身后。他们来到了一座宏伟的建筑前。算你运气好，最近刚设立了专门安置无名流浪者的临时收容所，你还会领到一份身份证明。多罗西有些无奈。不，我的意思是，我不是流浪者。我一直在拒绝，难道他听不懂吗？多罗西停下脚步，回过头。警卫员继续走着。我们的新皇帝陛下甚至会关照流浪者，这可是件好事。虽然这让警卫队的工作变得更忙了。多罗西环顾四周，是我听错了吗？
也许是因为刚醒来，整个人还迷迷糊糊的，但我总能听到一些声音。多罗西按住额头，从刚才起，一切都变得一团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警卫员推开一扇沉重的木门，你可以使用这个房间，拿着，这是钥匙和毯子。多罗西站在房间中央，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只想知道我在哪里。警卫员摆了摆手，没问题。离开的时候记得归还钥匙和毯子，你必须去办理验证手续。是。多罗西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叹了口气，他们根本没在听我说话，这到底该怎么解释？他们完全无视了我想报警的请求。无论这里是哪，我真的受够了。多罗西，那个声音再次响起，在脑海中不断回荡。多罗西猛地睁开眼，理智的弦彻底断裂。到底谁是多罗西？你们从刚才起就一直叫个不停！多罗西愤怒的大喊，面前的2个警卫员吓得缩成一团。天哪，你怎么突然叫起来了？虽然不知道你听到了什么，但请先冷静下来。警卫员凑在一起，小声嘀咕，他的情况看起来很严重，是不是该叫个医生来？算了，我们先走吧，快开门！他们一边后退一边尴尬的微笑，请好好休息吧。多罗西指着虚空，等一下，难道你们2个听不到这个声音吗？多罗西，那个声音清晰的仿佛就在耳边。多罗西瞪大眼睛看向警卫员，但对方只是面面相觑，神情变得愈发古怪。大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多罗西独自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感到一阵无力。他们完全把我当成疯子了。多罗西，你能听到我吗？多罗西屏住呼吸，侧过头，那个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晰。我听得如此清晰，难道只有我能听到这个声音吗？多罗西站在房间中央，突然一股力量在四周升腾，他惊愕地转过身。突然来到这个世界，你一定感到很困惑吧？冷静下来，仔细听我说。多罗西抬起头，看向前方，这是什么？这些光芒是怎么回事？你是谁？对方发出一声轻叹。哦，亲爱的，看来我疏忽了自我介绍。光芒在房间内汇聚，一个巨大的身影逐渐显现，那是一位庄严而神圣的女性，她手持长戟，俯视着下方的多罗西。多罗西屏住呼吸，呆立在原地。我的名字是阿加莎，我是守护这个帝国的神。阿加莎俯视着多罗西，神情平静。多罗西跌坐在地，大脑一片空白。神，居然又是神！阿加莎露出微笑。天哪，你真的能看见我，对吧？多罗西被突然靠近的阿加莎吓了一跳，发出尖叫。阿加莎凑到多罗西面前，在这个世界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存在，我们不仅可以交流，你竟然真的能看见我，你太棒了，多罗西！多罗西伸出手试图阻拦，等一下，我以前真的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人。阿加莎不断靠近，多罗西伸出手阻挡，退后，太近了。多罗西捂住脸，该怎么办？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神，这太可怕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可能会被附身的。多罗西，听着！多罗西愣住了，刚才是什么声音？阿加莎再次出现时，身体变得只有巴掌大小。多罗西睁大眼睛，她变小了，好可爱。阿加莎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抱歉，我又变小了。老实说，我的神力已经减弱了，所以很难维持原本的形态。阿加莎站稳身体，那么让我正式介绍一下自己，我是曼佩林帝国的守护神之一，阿加莎。多罗西看向这个自称守护神的小精灵。曼佩林帝国？等等，不可能，那个名字！多罗西愣在原地，那不是我读过的一本言情小说里的帝国吗？那是一部平淡无奇的奇幻言情小说，讲述了一个出生农村的子爵女儿与一位从未对任何人敞开心扉的伯爵之间的爱情故事。然而，多罗西之所以喜欢这个平凡的故事，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伯爵的老朋友皇帝西奥多。多罗西回想起书中的内容，老实说，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喜欢这位皇帝，而是他所做的事情引起了我的兴趣。比如，他曾亲自领导了一场科学革命，目的是为了让一个过度沉溺于宗教信仰的帝国走向现代化。或许正因如此，那部小说充满了活力，那是属于一个由新文化和技术驱动的动荡时代的独特气息。这种能量甚至传递给了读者。多罗西回想起曾经的自己，作为一名学生，他曾对迷信和宗教感到厌倦，因此深深共鸣于小说中皇帝的改革。但是等等，你是说这里就是那本小说里的世界？多罗西突然发出一声尖叫，阿加莎被吓得缩成一团。多罗西，阿加莎挥动双手试图安抚，你的表情好可怕，让我们先冷静下来好吗？现在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多罗西闭上眼睛，怎么可能没危险？一个奇怪的神已经缠上我了，这还不算危险吗？而且这部小说里的皇帝西奥多极度厌恶帝国的国教，因为那场席卷帝国的瘟疫夺走了他的家人。西奥多站在棺木前，手中紧握着白花，神情落寞。多罗西陷入沉思，如果在这个崇尚科学、排斥宗教的世界里被发现我能看见神，那我该怎么办？皇帝真的会杀了我的，处死他！多罗西脑海中浮现出可怕的画面，卫兵强行拖走挣扎的少女，十字架在烈火中熊熊燃烧，一切都乱套了。我才刚刚死里逃生，绝不能因为一个神再被处死。多罗西低下头，陷入沉默。阿加莎飞到他身边，多罗西。多罗西猛地睁开眼，眼神变得决绝。没错，如果我想活下去，我必须和任何神灵彻底断绝关系。阿加莎凑近他，多罗西，我有一个请求。多罗西紧握双拳，鼓起脸颊，完全无视了身边的守护神。酒馆内人来人往，客人们坐在长凳上交谈，多罗西独自坐在角落，一言不发。多罗西用木勺搅拌着碗里的炖菜，长叹一口气，根本咽不下去。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既然那个神一直叫我多罗西，那应该就是我的名字。但在原著小说里，
我从未见过他。看来我只是个无关紧要的路人甲。但最大的问题是，阿加莎在桌子上急得打滚。多罗西，多罗西，为什么突然假装听不见我说话？多罗西单手托腮，机械地搅动着食物。尽管这个神一直缠着我，但我必须彻底无视他。我什么都听不见。嘿，多罗西抬起头，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带着2名随从走到了桌前。嘿，漂亮小姐，你是一个人吗？别告诉我你还没有男朋友。随从们发出一阵哄笑。别这样嘛！多罗西看着这3个不速之客，心里暗暗咒骂：这些地痞流氓是从哪冒出来的？简直就是教科书式的反派1号、2号、3号，真倒霉！阿加莎气得在半空中乱跳，挥舞着小拳头。你们想干什么？快放开多罗西！多罗西依旧面无表情，心里却在犯嘀咕：阿加莎自称是神，怎么看起来这么弱小无力？男人凑近多罗西，如果你觉得寂寞，一个人待在这间旅店确实有点冷清，你可以随时来找我。我叫亚历山大，只要你想，我随时都能陪你玩。男人放声大笑。多罗西坐在原位一动不动，看他都吓傻了，真可爱。多罗西低头看着碗里的炖菜，他在说什么？这些人能不能直接消失，让我安安静静吃顿饭？阿加莎张开双臂大喊：你不该这样信口开河，你需要反省和忏悔。你说对吧，简？多罗西愣住了，简？但那个人刚才说他叫亚历山大。阿加莎飞回多罗西身边，他的真名就是简，他在用假名，因为他的名字听起来像个女孩，所以他一直对此感到自卑。我虽然看起来是这样，但我可是神，我能看穿人们隐藏的真相。多罗西陷入沉思。等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虽然我并不完全信任他，但目前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多罗西抬起头，看向眼前的男人，简。男人僵在原地，笑容瞬间凝固。随从疑惑地看向多罗西，简，那是你的名字吗？小姐，这名字挺好听的，和你这样娇小的女孩很相配，对吧？亚历山大。男人的冷汗顺着脸颊流下，神情变得惊恐。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除了我祖母，根本没人知道这件事。真是个有趣的女人。他突然转过身，推搡着身边的随从，喂，你们几个，我们是不是该去吃饭了？随从一脸茫然，我们不是刚吃过吗？什么？男人头也不回地拽着同伴离开。别废话了，赶紧走！多罗西看着他们落荒而逃的背影，陷入沉默。这个叫阿加莎的神，竟然真的有法力。阿加莎飞到多罗西面前，语气轻快：看吧，他们走得干脆利落，我想他们一定是反省过了。他关切地凑近多罗西，多罗西，你还好吗？刚才没被吓到吧？多罗西回过神，啊，是的。阿加莎抱住多罗西的脸颊，真没想到你刚来到这个世界就遇到了这种事。作为帝国的神，我真的很抱歉。而且这位神其实非常善良，我所知道的神从来没有对人类这么友好过。在多罗西的记忆中，那些神灵因为他拒绝被附身，折磨了他一辈子。他曾蜷缩在被窝里哭泣，身体因为痛苦而颤抖，甚至在母亲成为萨满之后，情况也没有好转。母亲每天都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爬山，因为要进行3000次跪拜，膝盖软骨都磨损殆尽。如果他是神，就应该是残酷的。既然如此，为什么阿加莎会担心我？多罗西转过身，阿加莎大人，我有件事想问你。阿加莎立刻飞了过来，满脸期待。是的，多罗西，随便问我什么都可以。多罗西看向阿加莎，你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折磨我，对吧？阿加莎愣住了，什么？我为什么要折磨你？多罗西，这简直太荒谬了。多罗西与阿加莎交谈了很久，那些原本紧绷的焦虑感在对话中慢慢消散。阿加莎飞到多罗西身边，就像我说的，我没有任何理由折磨你，更没有打算夺取你的身体。多罗西坐在桌前，看着手中的木碗。既然如此，阿加莎最初为什么要找上我？多罗西抬起头，那个，你之前说有件事想拜托我，是什么事？阿加莎停在半空中，眼神变得有些躲闪。那个，这件事可能会有点困难。阿加莎深吸一口气，大声宣布，请将神的声音传达给皇帝陛下。多罗西愣在原地，什么？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所以，你现在是想告诉我，让我去向那个极度厌恶神灵的皇帝传达神的声音？多罗西脑海中浮现出西奥多的身影，他戴着皇冠，嘴角带着嘲讽的笑意，眼神中满是对神职人员的蔑视。多罗西感到一阵恶寒，这不就是换了个花样让我去死吗？现在皇帝对神灵有很深的误解，加上神殿的腐败，我们已经失去了力量，所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多罗西，去消除这些误解吧。阿加莎继续请求，请为了帝国的繁荣，去说服皇帝合作吧。多罗西坐在桌前，低头看着碗里的食物。为什么？多罗西开始猛地往嘴里塞食物。阿加莎惊呼起来：多罗西，多罗西，吃太快会噎住的。多罗西放下木碗，一言不发。多罗西捂住耳朵，就当没听见。阿加莎在身后追赶。多罗西，难道还要我因为这里的神灵受苦吗？绝对不行，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夜色笼罩着建筑，多罗西独自躺在床上。虽然对不起阿加莎，但我别无选择。我甚至还没想好在这个世界该怎么生活，更何况我这种流浪者怎么可能见到皇帝？算了，先睡觉吧，明天再想。床板突然发出断裂的声响，木板彻底崩塌，多罗西随着床铺摔落在地，尖叫声划破寂静。发生了什么？好端端的床为什么会塌掉？多罗西坐在废墟中，阿加莎飞到他身边。天哪，你没事吧？阿加莎飞到多罗西面前，那个，听我说，真的很抱歉，看来我们的骑士团长现在心情不太好。多罗西转过头，等等，阿加莎，你什么时候在那里的？不对，更重要的是，骑士团长是什么意思？
阿加莎低下头，解释起帝国的现状。守护这个帝国的神灵共有8位，他们的神力此前和我一样变得衰弱，但多亏了你，多罗西，我们的神力再次显现，大家似乎都恢复了一些力量。阿加莎继续说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骑士团长因为觉得你不会帮我们，所以变得很生气。多罗西指着自己，所以你是说这件事又是由于我的体质造成的吗？阿加莎急忙摆手，那个骑士团长他其实不是故意要弄坏床的，我替他向你道歉，对不起。多罗西看向空荡荡的房间，你能和他们说话吗？即便他们现在是隐形的。阿加莎点点头，啊，他们的真身都在神界，现在大家都聚集在那里。多罗西追问，全部都在一起吗？多罗西陷入沉思，如果只是其中一位神灵生气就能弄坏床铺，那如果我拒绝帮忙，导致8位神灵全部发怒，会怎么样？多罗西脑海中浮现出神灵们愤怒的身影，如果不配合，我的生命可能真的会有危险，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多罗西叹了口气，好吧，我帮你们。阿加莎惊喜的叫出声，真的吗？多罗西，太感谢你了！如果神力继续减弱，我们可能真的会消失。多罗西在心里暗自嘀咕，虽然很抱歉，但神灵消失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阿加莎像是察觉到了什么，我很抱歉这么说，多罗西，但如果神灵消失，世界秩序将会陷入巨大的混乱。多罗西吓了一跳，难道他能读懂我的心思？阿加莎继续解释，如果我们消失，掌管自然的神灵也会随之离去，世界的秩序将会崩塌，最终人类也会慢慢枯萎死亡。多罗西看向窗外，原本繁茂的森林变得枯萎凋零，人们在荒废的土地上挣扎求生，这比神灵变坏还要糟糕。多罗西愣在原地，什么？多罗西陷入沉思。原著小说里从未详细描述过结局后的世界，如果阿加莎说的是真的，那么在皇帝改革后彻底抛弃神灵信仰的世界，一定遭受了巨大的自然灾害。多罗西叹了口气，好吧，我会帮忙。虽然侍奉神灵的死亡风险尚不确定，但世界毁灭却是100%的定局。真不敢相信，我竟然又要和神灵纠缠在一起。多罗西握紧双拳，下定了决心，从现在起，我会尽全力帮助你们。阿加莎欢快地飞舞起来，你听起来很有动力，这真是太棒了！只要你能说服皇帝，我会满足你的一切愿望。多罗西，阿加莎凑近多罗西，告诉我，你想要什么？财富、名声，还是英俊的男人，或者是健康的身体？多罗西看向前方，眼神变得深邃。我只有这个愿望，不再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变得彻底平凡，就像街上随处可见的普通人一样。这是从前世到今生从未改变的心愿，但如果现在说出来，听起来就像是在拒绝守护神，还是等一切结束后再提吧。多罗西挠了挠头，那个，我现在还没想好，可以以后再说吗？阿加莎飞到他身边，那就等你想好了，随时告诉我。我是认真的，一个愿望太少了，只要不是邪恶的事情，我会答应你2个愿望。多罗西笑了笑，好，等我想到了就告诉你。阿加莎心满意足，太好了，那这段时间我也帮你想想，还有什么愿望可以实现。但是阿加莎，还有一个问题，以我现在的处境，该怎么去见皇帝？多罗西陷入沉思，我现在只是一个流浪者，而且附身的还是一个在小说里从未被提及的角色。阿加莎飞到一旁，去神殿公开圣女的身份，应该是最简单的办法。多罗西摇了摇头，但我不想和神殿扯上关系，皇帝非常厌恶他们。阿加莎停在半空，你说的对，如果你来自神殿，皇帝很有可能会避开你。多罗西看向前方，避开我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考虑到他在小说里的所作所为，他可能会顺手把我连同神殿一起铲除。多罗西咽了口唾沫，那么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我需要出名。阿加莎愣住了，什么？多罗西站起身，我们需要散布传闻，让街上的小孩子都知道圣女出现了。一旦我出了名，皇帝就不能轻易对我动手，我见到他的机会也会增加，名声最终会成为保护我不受皇帝伤害的盾牌。如果能赢得民众的爱戴，那就是12鸟。阿加莎露出笑容，我明白了，多罗西，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具体的计划，一个计划。多罗西看向阿加莎，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主意了，你能帮我个忙吗？流浪者收容所前的草坪上，人们三三两两地坐着，阳光洒在起伏的坡地上。多罗西走上前去，停在一对年长的男女面前。你们好。2人抬起头，多罗西露出微笑，我叫多罗西，我刚来这里不久，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坐在这里吗？男人笑了起来，以前没见过的小姑娘啊，欢迎，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愿意陪我们这些老家伙，我们感激不尽。多罗西坐了下来，谢谢你们。他在心里默默询问阿加莎，这里有没有看起来特别焦虑或者烦恼的人？阿加莎飞到多罗西耳边，指着不远处，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那边那个女人。阿加莎指着不远处的一名女性，看那个女人的腿，你能看到缠绕在上面的不祥气息吧？多罗西顺着指引看去，女人的腿部正散发着阵阵黑烟，那是某种扭曲的能量。难道是因为阿加莎的力量，我才能看到这些？阿加莎继续解释，她的血肉正在腐烂，问题出在她的随身物品上，她带着被诅咒的东西。多罗西看到一堆散发着邪恶气息的杂物，诅咒吗？多罗西看向前方，这正是留下深刻印象的好机会。他走向那名女性，打扰一下，莱内特。被叫出名字的女人猛地抬起头，神情惊愕。多罗西停在她面前，你的腿还好吗？莱内特和身边的男人都愣住了。莱内特结结巴巴地开口，我有告诉你我的名字吗？而且我的腿疼得那么明显吗？他低头看向自己的双腿，如果只是这样坐着，任谁看都会觉得很正常。多罗西闭上眼睛，语气平静，医生们是不是都说找不到原因？
你的皮肤正在变黑腐烂，甚至让你无法入睡，一定非常痛苦吧？莱内特惊叫出声。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情况真的有那么糟糕吗？多罗西在心里暗自点头。他睁开眼，莱内特，能听我说几句话吗？多罗西俯下身，靠近了莱内特。多罗西凑近莱内特的耳畔，你在酒馆捡到的那颗假红宝石，立刻把它扔掉。莱内特猛地倒吸一口凉气，你怎么会知道那件事？多罗西直起身子，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占卜的根基在于口耳相传。现在，莱内特，去散布传闻吧。几天后，莱内特走在收容所的街道上，脚步轻快。莱内特，两名男子快步走上前，惊讶地打量着他。你看起来好多了，你的腿是怎么治好的？我以为连医生都束手无策了。莱内特停下脚步。哦，其实这都要多亏了圣女多罗西，她最近刚搬进302号房间。多罗西坐在房间里，看着眼前的男人。你是为了手臂的伤痛而来的吧？男人猛地停住脚步。你怎么可能知道？多罗西竖起手指。你的祖先正在发怒，你是不是打算偷偷卖掉家传的宝物？绝对不要再动那个念头了。男人吓得脸色苍白，冷汗顺着脸颊流下。因为处境实在太艰难了，所以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卖掉它了。男人在走廊里兴奋地向同伴展示自己的手臂。看啊，听从了圣女的建议后，我的手臂完全康复了。同伴露出惊讶的神情。天哪，我是不是也该去见见她？传闻在收容所里迅速蔓延，大家都说她是真正的圣女，连那个病得很重的诺曼在见过她之后都好转了。她甚至在你坐下之前就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也要去看看。阿加莎在半空欢快地飞舞，像这样逐一解决个人问题，这种细致的洞察力，恐怕连高阶祭司都做不到。多罗西抬起手遮住额头，这不算什么。如果没有你的帮助，阿加莎，我一个人也做不到这些。虽然在收容所里小有名气，但多罗西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仅仅在流浪者之间出名是不够的。有没有办法让更有影响力的人知道我的存在？比如贵族。房门突然被猛地撞开，发出巨大的声响。3名男子出现在门口，为首的男人双手交叠。多罗西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什么？男人走上前，低头看向多罗西。你就是传闻中那个被人们称为圣女的人吗？多罗西答，量着对方，他看起来非常富有。阿加莎飞到多罗西耳边小声提醒多罗西，那个人是个贵族。多罗西愣了一下，贵族真是完美的时机。男人摸着胡须，露出一丝笑意。我有一件事想要委托你。他自诩为真正的贵族，双手交叠在胸前。如果能利用好这次机会，我就能名声大噪。多罗西看向他，请坐吧。虽然这种闯入的行为很失礼，但多罗西告诉自己这不算什么。他坐在床边，阿加莎漂浮在他的肩头。那么今天是什么困扰让你来到这里？男人坐了下来。我的妻子很难对付，我想改改她的脾气。他再次拖住下巴，能不能让她再也无法开口说话？不，最好是让她变得更加顺从。多罗西愣住了，阿加莎也露出震惊的神情。作为圣女，这本该是件容易的事。多罗西陷入了沉默。男人挥了挥手，为什么不说话？让我们快点结束，我可没打算在这种地方待太久，请离开。多罗西打断了他的话，我不接受这种请求。阿加莎在多罗西身边露出惊讶的神情。多罗西看向男人，这或许是我唯一能见到贵族的机会，但我拒绝通过这种方式成名。男人愣住了，这种请求？喂！另一名随从走上前，按住了男人的肩膀。男人猛地甩开了对方的手，男人猛地站起身，一把抓住了多罗西的手臂。多罗西发出吃惊的呼喊：多罗西！阿加莎惊叫出声。男人愤怒地逼近，你竟敢无视我的请求！你以为自己装成圣女就能对一个乞丐一样的人顶嘴吗？哈！阿加莎飞到男人面前，你这个混蛋，立刻放开多罗西！阿加莎揭穿了男人的秘密，你明明是靠着妻子的家族才当上子爵的，竟然还厚颜无耻的搞婚外情。阿加莎继续说道，多罗西，这家伙来这里肯定是为了不让他的岳父发现这件事，好保住他的爵位。多罗西露出了然的微笑，啊，原来是这样啊！多罗西看向男人，问题不在于你的妻子，而在于你对岳父的恐惧。你真的认为让你妻子闭嘴就能解决一切吗？多罗西继续说道，你来找我是因为你不想自取灭亡，我说的对吗？什么？男人慌乱的大喊，你从哪里听到的这种话？多罗西盯着他，你真的认为没有其他人知道你的秘密吗？真是天真又愚蠢。男人惊恐地睁大眼睛，冷汗顺着脸颊流下，抓住他，让他闭嘴。男人歇斯底里的咆哮，随从猛地冲上前，一把抓住了多罗西。多罗西发出痛苦的闷哼。阿加莎在一旁惊慌地看着这一切，立刻放开我！多罗西挣扎着。男人突然愣住了，他的手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震开，整个人向后踉跄。紧接着，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在大厅内炸裂，男人和他的随从发出一声惨叫，被狠狠地弹飞出去，重重地撞在墙壁和地板上。多罗西大口喘着气，刚才发生了什么？就像有人突然把他们推开了一样。他抬起头，看到阿加莎挡在自己身前，阿加莎正伸出手，周身环绕着光芒。阿加莎！多罗西满脸不可思议，他一直以为阿加莎只能和自己交流，难道阿加莎也能像这样使用力量吗？男人惊恐地盯着自己的双手，那是你做的吗？你最好老实交代。多罗西看着他，关于阿加莎的力量，他打算稍后再问，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楚这个贵族是从哪里听到的传闻。多罗西站起身，一步步走向男人，你也不想让自己的手臂断掉吧？我的手臂！男人瘫坐在地上，身体不断后缩。你到底是什么人？多罗西在他面前蹲下。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又何必再问？总之，你现在只需要做一件事。当然，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多罗西露出微笑，阿加莎在他身后散发出威压。什么？男人满脸冷汗。不，那有点困难。多罗西没有说话。男人发出一声惨叫。我说，我什么都告诉你，全部交代。我会说的。在这座城市里有一个秘密赌场，那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建造的娱乐场所，无论身份高低，任何人都可以进去赌博。男人低着头，不敢看多罗西的眼睛。听说那里是为了寻找赌技高超的人才设立的，因为没有身份限制，连乞丐都会去那里。我就是在那儿听到了关于圣女的传闻。多罗西看向他，那么其他贵族也会去那里吗？是的，那里有专门为贵族准备的私人包间。多罗西陷入了沉思。如果贵族们都聚集在那里，那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露出了微笑。那些卑鄙的小人！阿加莎愤怒地挥动拳头，竟然经营赌场来引诱无辜的人堕落。阿加莎，多罗西轻声唤道：“我们去那个赌场看看吧。”什么？阿加莎惊叫起来。多罗西握紧拳头：“我不是想去赌博，只是觉得那里是接触贵族的绝佳地点。”男人和随从们面面相觑，满脸困惑地看着多罗西。他为什么突然开始自言自语？多罗西转过身，摊开双手：“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对传教工作没兴趣，而且你听着，难道你不觉得那里是散布关于我传闻的完美场所吗？”多罗西闭上眼，想象着自己作为圣女降临在众人面前的场景。阿加莎拖着下巴，陷入沉思。好吧，就这一次，身为守护神，竟然要去赌场。多罗西露出灿烂的笑容。太好了，既然已经说服了阿加莎，那么接下来的计划就简单了。现在带路去那个赌场吧。多罗西双手交叠在胸前，就让我们看看，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夜幕降临，非法赌场的建筑在灯火中显得格外扎眼。多罗西换上了一身华丽的礼服，在随从的陪同下推开了大门。阿加莎紧随其后。这就是那个地方吗？大厅内人声鼎沸，筹码堆叠在绿色的赌桌上，到处是狂热的赌徒和穿梭的服务生，空气中弥漫着嘈杂的议论声。哇，比我想象中还要宏大。多罗西环顾四周，这里的人比预想的还要多。阿加莎飞到多罗西耳边，这里简直是一片混乱，到处交织着强烈的欲望、罪恶、愤怒、绝望，还有那种病态的狂喜。多罗西看着眼前疯狂的景象，即便没有阿加莎的提醒，我也能看出来。圣女阿加莎在多罗西身后轻声呼唤，男人浑身颤抖。我已经按照你要求的做了，圣女是不是不再生气了？我不会死吧？多罗西看着他，去向你的妻子请求原谅，用余生来赎罪吧，像他的仆人一样生活，那样你就会没事。在你走之前，带我去内厅。男人面露难色。我明白了。他走在前面引路，是这边。赌场深处的大门紧闭，2名守卫守在两侧，这里的安保非常严密，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香水味。多罗西推开沉重的大门，总之，先进去看看。大厅内坐满了戴着面具的赌徒，看到多罗西出现，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骚动。什么？他是今天的对手吗？被选中的速度比预想的还要快，看来他的技术一定很惊人。一名拿着折扇的女人低声反驳：“不，还没有人被选中。他看起来像是子爵带来的某个人。”什么？那可是违反规则的。多罗西发出一声轻笑：“谁在乎呢？只要有趣就行。”赌桌前的男人抬起头：“你会玩牌吗，小姐？”多罗西走向赌桌，周围的人群发出惊叹，他看起来完全像个职业高手。多罗西在心中盘算，如果我不参加赌博，只是穿着这身衣服推销自己是圣女，恐怕只会被人嘲笑并赶出去。看来我别无选择，只能配合他们玩下去了。阿加莎，我想我得加入。你要赌博吗？多罗西露出微笑，我知道你不会喜欢，但我需要搭建一个舞台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阿加莎无奈地叹了口气，既然没有办法，那就去吧。既然是我们有求于人，听从多罗西的判断才是正确的。虽然我以前从未赌过博，但现在只能孤注一掷了。是的，多罗西有些尴尬地流下冷汗。但是我其实并不懂规则。他转头看向阿加莎，其他的守护神里有没有谁恰好知道规则？阿加莎露出自信的笑容，双手交叠在胸前。我全都知道。多罗西，就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吧。跟住，赌了，蜷缩了。金币在空中飞舞。多罗西紧握手中的纸牌，看向前方。可恶，我又输了。输掉赌局的男人抱头哀嚎，坐在对面的女士戴着面具，手里稳稳攥着牌，发出一声叹息。周围的人群开始骚动，他们盯着这位赢家。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她是个真正的职业选手，为什么这种人现在才出现？多罗西坐在赌桌前，面前堆满了筹码，纸牌散落在绿色的桌面上。小姐，再跟我玩一局。多罗西看向对面的男人，你已经连输3局了，照这个速度下去，你会输掉一切。多罗西在心里默默感谢阿加莎，多亏了她，自己才能一直赢下去。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多罗西环视四周。那么我们要开始了吗？各位，你们不觉得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很无聊吗？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不同的东西。多罗西露出微笑。是的，这也是一种赌博，赌注是100万。怎么样，你们要参加吗？人群中爆发出一阵低语，戴着面具的赌客们面面相觑。那是什么样的赌博？多罗西拖着下巴思考片刻，如果一定要给他起个名字的话，阿加莎出现在他肩头。多罗西竖起大拇指，他叫做扮演圣女。规则很简单，顾名思义，你将化身为圣女，洞察对手内心深处的想法，通过揭露对方隐藏的秘密与烦恼来赢取赌注。正如预料的那样，
那些早已沉溺于赌博的贵族们，为了追求更大的刺激，纷纷加入了这场扮演圣女的游戏。结果却是一败涂地，金币漫天飞舞。这场赌局并没有以简单的游戏收场，因为多罗西给出的细节实在太过详尽，以至于那些试图指责他在撒谎的人，在听到那惊人的准确度后，都吓得脸色惨白。多罗西站在众人面前扮演圣女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他们之间制造动荡。最终，关于圣女的传闻，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开始在坊间大肆流传。你听说了吗？关于那个玩扮演圣女游戏的流浪女孩。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难道她真的是真正的圣女？关于圣女的传闻瞬间像烈火一样蔓延开来，越过了德蒙特小镇的边界，向四面八方扩散。真正的圣女出现了。几天后，多罗西走在街道上，打量着眼前的建筑。这间房子看起来是最合适的房产。房产经纪人跟在旁边，搓着双手，确实是非常优秀的选择。如果您需要很大的空间，这个尺寸简直完美。经纪人显得有些局促。关于首付款，这房子确实有点贵。多罗西直接打开行囊，我可以现在就付清。多罗西伸手摸向行囊，里面装满了沉甸甸的金币。虽然并非本意，但多亏了扮演圣女的游戏，他赚到了足够买下一栋房子的钱。多罗西叹了口气，等赚到大钱去了京城，一定要先开个银行账户。带着这么多现金到处走真是太累了。他把一个沉重的布袋递给房产经纪人，全都在这里了，全是金币。经纪人瞪大眼睛，双手颤抖着接过布袋，发出一声惊呼：“好的，我明白了。”多罗西推开厚重的木门，阳光照进空旷的室内。他之所以离开流浪者收容所，并签下这栋建筑，是为了建立属于自己的神殿。阿加莎漂浮在半空中，多罗西双手叉腰，站在新房子的地板上，显得志气满满。随着传闻散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找上门来。多罗西看着眼前黑压压的人群，感到一阵眩晕。在收容所那个狭窄的小房间里，已经无法应付这么多访客了。虽然可以继续在赌场招揽客户，但多罗西握紧拳头，眼神变得坚定。以圣女的身份，正式吸引他们才是更好的选择。多罗西叹了口气，明明一直努力想要避免成为巫女，没想到最后还是要建立神殿。虽然是第一次正式作为巫女工作，但多亏了这辈子一直和巫女母亲生活在一起，她很清楚该做些什么。多罗西看向窗外，我有信心能把这个世界的人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阿加莎飞到他身边，很高兴我们找到了这么漂亮的房子。但是多罗西，神殿到底是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东西。多罗西露出微笑，从现在开始我会展示给你看。首先，我们要去购物吗？过了一会儿，桌上摆满了多罗西亲手购买和制作的材料，五颜六色的旗帜整齐排列，旁边放着一串铜铃。多罗西在长桌上摆好贡品，新鲜的水果盛在白色的盘子里，一排小小的神像靠墙站立，蜡烛已经点燃。阿加莎看着眼前的一切，多罗西，这些到底都是什么？多罗西擦掉额头的汗水，阿加莎大人，你知道什么是表演吗？为了让人信服，需要一定程度的表演。巫女必须是一个好演员。当戏剧性的氛围在人们面前展开时，他们往往会集中注意力，并沉浸在那个瞬间。巫女手持折扇指向前方，祖先的神灵说：“你的不幸之所以持续，是因为你犯下了巨大的罪孽。”对面的男人吓得瘫坐在地，毫不夸张地说：“氛围决定了巫女的成功。”阿加莎歪着头看着桌上的水果，这些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吗？多罗西露出微笑，这是给神灵的祭坛，你可以尽情享用。阿加莎大人，反正这些本来就是献给神灵的祭品。阿加莎愣住了，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东西。多罗西有些惊讶，人们平时不都会向神灵献上各种东西吗？阿加莎拿起一颗蓝莓，只有在发生重大事件或者有迫切愿望的时候才会献祭，即便如此，他们通常也只是献上大型野兽。这种水果还是第一次见。阿加莎把蓝莓放进嘴里，细细品尝。多罗西，这个又酸又甜，很好吃，很久没有感觉到像是在吃一顿正餐了。阿加莎露出灿烂的笑容，谢谢你，多罗西。多罗西看着阿加莎开心的样子，心里感到一阵自豪，下次应该准备点别的东西。我也想要一些。多罗西猛地转过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起来很好吃。一个银白头发的小男孩漂浮在半空中，正盯着祭坛上的水果。他咬着手指，眼神里满是渴望。多罗西愣在原地。你是谁？阿加莎转过身，语气有些不悦。你居然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跑出来吃东西，不管你有多小，都应该学会克制。窗边又出现了两个身影，粉红色长发的女孩和深紫色短发的少年并排坐着，正好奇地打量着屋内。多罗西看着这群突然出现的孩子，你们什么时候下来的？霍尔特看向多罗西，是你叫我们下来的。你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我一叫你们就动身。维斯塔指着多罗西，因为这关系到多罗西，他可是唯一能拯救我们的人类。多罗西瞪大眼睛看着眼前这群不速之客。维斯塔凑上前，你知道我忍得有多辛苦吗？阿加莎大人一直叫我们要克制。多罗西转头看向阿加莎，难道这些人是？阿加莎露出灿烂的笑容，没错，除了我之外，他们也是帝国的守护神。霍尔特漂浮在半空中，眼神亮晶晶地盯着祭坛。在其他人赶到之前，我能先吃一点吗？很高兴见到你，多罗西。维斯塔也凑了过来，显得有些害羞。马克轻咳一声，双手抱胸。之前因为没控制好力气，弄坏了你的床，我感到很抱歉，以后我会更加小心的。多罗西干笑两声，没关系，真的没关系。他看着这群围在身边的神灵，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你们难道打算每天都待在我身边吗？是的，我们要一直待在多罗西身边。多罗西抱住脑袋，陷入了混乱。等等，帝国不是一共有8位神灵吗？
光是一个阿加莎就够让人头疼了，我要怎么应付这么多神灵？阿加莎猛地扑向多罗西，多罗西，你看起来太累了。多罗西被扑倒在地，发出一声惨叫。等一下，阿加莎大人，你太重了。阿加莎挡在多罗西身前，对其他神灵下达指令，除非必要，平时不要随便现身，还要制定好每天负责占卜的轮班表，绝对不许突然出声吓到他。霍尔特和马克乖乖点头，维斯塔也轻声答应。多罗西看着眼前乱成一团的景象，虽然这还不是全部的神灵，但场面已经足够混乱了。幸好有阿加莎在中间调解。多罗西松了一口气，换个角度想，这代表自己拥有8位神灵作为后盾。虽然过程有些折腾，但既然有神灵撑腰，为什么还要害怕那个皇帝？圣女多罗西的神殿正式开业，阿加莎和其他神灵环绕在她身边。她看向前方，眼神变得锐利。西奥多，尽管放马过来吧。与此同时，皇宫内关于那个玩扮演圣女游戏的赌徒圣女消息已经传到了这里。沉重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西奥多走向大厅，他究竟是传说中的那位，还是个骗子？西奥多看着手中的报纸，发出一声轻叹。这是一篇相当有趣的文章，你不觉得吗？他指着报纸上的标题：圣女多罗西的影响力开始席卷德蒙特之外的整个帝国。西奥多站在桌前，2名禁卫官低头站在他身后。作为这个帝国的统治者，我竟然是最后一个知道圣女传闻的人。我的情报员甚至比报社记者还要没用。禁卫官低下头，非常抱歉，陛下。西奥多陷入沉默，他拖着下巴看向前方。无论如何，竟然敢自称是只存在于古代传说中的圣女，看来神殿那边已经走投无路了。他看向窗外宏伟的建筑，大祭司最近有什么动向？禁卫官摇了摇头，目前还没有任何动向。西奥多眯起眼睛，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情况，但这也就意味着目前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他看向远方，眼神变得深邃。既然他们打算这么玩，那我别无选择。西奥多猛地攥紧拳头，指关节发出声响。他看向面前待命的禁卫官，下达指令，动作要快，尽量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去查清楚那个自称圣女的女人和神殿到底是什么关系。禁卫官们低头领命。西奥多转过身，看向窗外，然后把那个圣女带到我面前来。街道上人声鼎沸，民众聚集在建筑前，2个女人在人群中交谈。你也来看我们的圣女吗？我的弟弟不久前也来过这里。多罗西站在房间内，桌上摆放着水果。一名男子跪在他面前。圣女大人，您许久没有说话了，是不是感应到了什么？多罗西看向他，你的腿。男子抬起头，什么？多罗西捂住嘴，你受伤的那条腿现在好些了吗？多罗西看向男子的身后，我的孙子詹姆斯。男子愣在原地，奶奶。他看向前方，真的是奶奶吗？阿加莎在半空中大喊，为什么你还没安息？老妇人的灵魂紧紧抱住詹姆斯，我怎么能放心丢下你离开？多罗西看着这一幕，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表演。多罗西模仿着老妇人的语气大喊，听好了，詹姆斯，你要娶的那个女孩是个糟糕的人，多亏了阿加莎的力量，我不但能获取人们的信息，还能看到与委托人相关的灵魂。因为有神圣加护，我不会被附身，只能模仿他们说话的方式。多亏了这些，关于我的传闻迅速传播开来。多罗西快步走在走廊里，一名侍女急匆匆跑来，圣女大人。多罗西停下脚步，怎么了？侍女气喘吁吁，有人从王都来了，不是从皇宫来的，他们说要来接您。阿加莎飘在多罗西身后，多罗西愣在原地，詹姆斯也露出惊讶的神情。事情已经发展到连皇帝本人都在找我的地步了。多罗西沉默片刻，我明白了，该发生的终究还是发生了。他看向面前的詹姆斯先生，很抱歉，今天的占卜就到此为止，你一定要把奶奶的话记在心里。詹姆斯连连点头，是的，圣女大人，我一定会铭记在心。多罗西转头询问侍女，皇宫一共来了多少人？侍女紧跟在他身后，一共3个人，他们说是奉命来召见您的。圣女大人，看来皇帝陛下也想见您。多罗西快步走向门口，侍女急忙喊住他，那个圣女大人，那是后门，皇宫来的人都在正门等着呢。多罗西停下脚步，转过身看向侍女，孩子，我能拜托你一件事吗？侍女受宠若惊，当然可以，请尽管吩咐。多罗西微微一笑，等我离开10分钟后，你就这样告诉他们，你就说我本想在外面等圣女祈祷完不被打扰，但感觉有些奇怪，进去一看，她已经突然消失了。为什么要在我努力成名后又选择消失？为了解释这个原因，我必须回溯到我最初获得圣女名声的时候。多罗西看向阿加莎，什么？你读不到皇帝的心？阿加莎垂下头，是的。多罗西在房间里焦急地走动，为什么？你明明能读懂其他所有人的心。阿加莎解释道，皇帝拥有从开国皇帝传承下来的加护，那是祖先们为后代祈求的愿望与祈祷汇聚而成的力量，这种力量强大到连守护神都无法触及，因此历代皇帝从出生起就拥有极佳的运势。西奥多站在高处，神情冷淡。多罗西抱住头，那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个体，这简直太荒谬了。多罗西瘫倒在地上，皇帝竟然强大到连做弼马都对他无效，一切本该如我所料。关于圣女的传闻传遍了大街小巷，一直牵制神殿的皇帝绝不会做事不管。我原本唯一的对策是利用名声和民众的关注作为盾牌，尝试用神圣力量去说服皇帝，但是现在竟然说那些力量对他根本不起作用。阿加莎大人，我想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多罗西叹了口气，如果见到皇帝，我立刻就会被揭穿是骗子，然后丢掉性命，我死定了。阿加莎飞到他面前，不，事实并非如此，你拥有连皇帝都不具备的智慧和机敏，你真的很聪明，我相信你。多罗西，没错，多罗西。
你一定可以做到的。多罗西站在原地，看着周围欢呼雀跃的小精灵们，这到底是什么气氛？如果我搞砸了，那可是会因为侮辱皇帝而掉脑袋的，你们知道吗？既要让皇帝顺从神的旨意，又要保住我自己的性命，这世上真的存在这种方法吗？多罗西陷入沉思，手指抵住下颌。突然，一个念头闪过脑海：没错，确实有那个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故意避开皇帝的人马，来到了这个地方。多罗西穿过繁茂的绿植，走向前方宏伟的建筑神殿，因为这是世界上唯一能制衡皇帝的组织。曼普林帝国曾是一个神圣的国家，神殿一度拥有极高的威望，但那里早已沦为腐败的温床。他们利用民众的信仰与虔诚，大肆敛财，中饱私囊，结果导致神的力量日益衰弱。这个我需要去改革的群体，恰好具备了成为我护盾的完美条件。多罗西快步走在神殿的长廊上，既然针对皇帝的神力计划已经落空，这里就是唯一能保护我的地方。他推开沉重的大门，大步走进殿堂，阿加莎紧随其后。多罗西看向前方，我想见见这座神殿的主教。守卫在殿内的2名骑士转过身，审视着眼前的女孩。你的名字？多罗西停下脚步，直视着他们。圣女多罗西。骑士发出一声嗤笑，啊，就是那个著名的骗子。抱歉，神殿不允许骗子进入，快滚吧。多罗西转过身，果然不出所料，神殿明明听到了传闻，却一直没有找我。原因显而易见，一个出身于赌场的圣女，对神殿的形象没有任何好处。既然如此，我就只能直接展示给他们看了。多罗西停下脚步，嘴角微微上扬。骗子，真是大不敬啊！亚瑟，骑士愣在原地。什么？多罗西逼近他，难道欺骗妻子的不是你吗？你最近在埃弗丁酒馆赌钱输光了，对吧？那笔钱是你的奖金，如果你的妻子知道了，该有多伤心。旁边的同僚露出怀疑的神情。喂，那是真的吗？亚瑟沉默不语，冷汗顺着脸颊流下。这行不通，快去叫前辈们来。多罗西看向走来的另一名骑士。你是安东？抱歉，你一直暗恋的那个叫艾米丽的女孩讨厌你，所以放弃吧。还有，记得为你2年前嘲笑她脸上有雀斑的事情道歉。托马斯祭司，没人关心你背上的那颗痣，所以你没必要总是用笔尖去戳他。托马斯惊恐的后退。你怎么会知道那个？多罗西摊开双手，阿加莎在一旁捂嘴偷笑。如果他们能早点放我进去，我就不必揭露这些微不足道的秘密了。不久之后，托马斯面红耳赤的揉着后颈。主教大人，在顶层。多罗西终于跨过了最后一道障碍，他快步走上台阶，托马斯失魂落魄的跟在后面。敲门声响起，主教，您有时间吗？房间内传来不耐烦的声音。什么事？我现在很忙，这种骗子的小事你应该自己处理掉。德蒙地区的主教坐在办公桌前，他发出一声长叹。天哪，难道我必须亲自关注这种琐碎的事情吗？托马斯凑到主教耳边低语，但是这个女人真的有些古怪。多罗西站在门口观察着，从她的态度来看，她是想从一开始就压制住我的气势，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多罗西走进房间，你好，主教。主教转过身，是的，我听说你想见我，找我有什么事？主教转过身，神情冷淡，我先把话说明白，神殿不欢迎你这种骗子。多罗西打断了他的话，主教，你被贬值到这座城市已经超过20年了，对吧？主教愣在原地，什么？多罗西微笑着看向他，看来你对王都还有很深的眷恋呢。多罗西收敛了笑意，如果你想回到王都，就仔细听好接下来的话。皇帝的人刚才来找过我了，比起皇宫，我更信任神殿，所以我逃到了这里。主教瞪大双眼，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皇宫的人？多罗西继续说道，没错，如果王都大圣堂的祭司们知道这件事，你不觉得他们会非常感兴趣吗？阿加莎飘在多罗西肩头，神情严肃。多罗西看着眼前这些腐败的家伙，心中暗自盘算，你们这些堕落的底层人就成为我的筹码，好好忏悔吧。几天后的皇宫，宏伟的建筑在阳光下矗立。西奥多坐在桌前，双手交叠抵住下颌。圣女，他抬起头，目光深邃。去了神殿？是的，陛下。近臣艾萨克站在桌前低头回应。护送德蒙主教和圣女的马车正直接前往首都。我们曾尝试追踪，但当我们得知真相时，艾萨克停顿了一下。为什么偏偏在皇宫派人去找他的时候发生这种事？西奥多抬起头，艾萨克，我与神殿权力斗争的事，在平民中也广为人知吗？艾萨克露出迟疑的神色。不，只有贵族和神殿知晓。这件事还没有在民间传开。如果陛下与神殿关系恶劣的消息成为常识，民心会发生动摇，所以没有人敢议论此事。西奥多坐在桌前，没错，神殿之前一直把圣女当成骗子对待，所以过去2个月里他们没有任何接触，多罗西那边也没有向神殿靠拢的迹象。西奥多陷入沉思，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会突然行动？如果他一开始就打算寻求神殿的庇护，在力量觉醒的那一刻就该立刻动身。多罗西沉默了整整2个月，却在我采取行动的瞬间逃往神殿，就好像他确信神殿与皇室之间存在冲突。西奥多看向前方，阿加莎的身影浮现在他脑后，仿佛在注视着这一切。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陛下。西奥多回过神，有紧急消息。禁卫推开大门冲进房间，是来自大祭司的消息。西奥多坐在桌前，听着禁卫的汇报。神殿宣布将正式承认圣女转世，很快就会向公众发布公告。他们计划举行转世仪式，向民众介绍圣女。西奥多微微侧过脸，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他们的动作快得惊人。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仿佛有人看穿了这世界的所有法则，正在执行一个宏大的计划。
马车在首都的街道上疾驰，车轮滚滚向前。多罗西趴在车窗边，看着窗外的景色，发出感叹：这里简直就像是从浪漫小说里走出来的一样。首都从一开始就显得如此奢华。他坐在华丽的马车内，望向窗外繁华的街道和宏伟的建筑。那个圣女大人，德蒙主教在马车里开口：“您真的会帮我回到首都，对吧？”多罗西微笑着回应：“当然了。”德蒙主教在心中暗自盘算：“抱歉了，只要我见到了大祭司，你就彻底完了。”马车缓缓停下，车轮停止转动，踏板被放下。多罗西走下马车，阿加莎漂浮在他肩头，德蒙主教站在一旁。我们到了。多罗西抬头望向眼前的建筑，这里不是皇宫，而是神殿。宏伟的白色神殿矗立在长长的阶梯尽头。多罗西跟随德蒙主教拾级而上，守卫在门前肃立，推开沉重的大门。多罗西走进神殿内部，天花板上悬挂着巨大的吊灯，光芒四射。多罗西环顾四周，我的天，到处都镶满了金子。他走在宽阔的长廊上，看着那些雕刻精美的巨大柱子。德蒙主教走在前面。每当我看到现在的神殿，心情就会变得沉重。在过去，神殿虽然规模不大，却并不腐败，那是一个充满纯粹信仰的地方。阿加莎的声音在多罗西脑海中回荡，画面中浮现出曾经简朴的布道场景，祭司站在木质讲台前，信徒们虔诚的聆听。这就是为什么我曾试图传达神谕，想要阻止神殿的堕落，但信仰已经变得如此微弱，我早已失去了干预的力量。画面转到贪婪的祭司接过沉重的钱袋，阿加莎只能在远处注视着这一切，包括他在内的帝国守护神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能为力。阿加莎露出笑容，但我真的很庆幸遇到了多罗西，至少现在我有希望让一切重回正轨。多罗西看向身边的阿加莎，原来这就是背后的故事。起初我还在想，你为什么要向我这样一个甚至不是祭司的外行求助？走廊尽头传来德蒙主教的声音：“大祭司，请原谅我的打扰，这是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德蒙主教推开大门，房间内，大祭司正坐在华丽的桌子后，双手交叠抵住下巴。他抬起头，看向推门而入的人。这位大祭司神情从容，目光锐利地注视着前方。大祭司坐在高位上，目光冰冷地俯视着下方。主教，已经过去20年了，我不是告诉过你，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吗？难道我的话对你来说只是个玩笑？德蒙主教吓得满头大汗。不是那样的，我只是来向您汇报圣女转世的消息。大祭司皱起眉头，圣女？他发出一声冷笑，嘴角微微上扬。啊，就是那个连基本礼仪都不懂，却登上了报纸头条的人。你是说那个骗子吧？多罗西站在大殿中央，阿加莎漂浮在他身后。多罗西微微躬身，向高位上的女人行礼，向您问候，大祭司。大祭司并没有理会多罗西的礼貌，他看向德蒙主教。所以，某个连得体礼仪都不知道的乡下土包子，一直在假装圣女，神灵一定会感到震惊。多罗西抬起头，直视着大祭司。我想您确实只能那样看待我，所以我才会让您相信我就是圣女。前提是您必须与我联手。多罗西看着眼前这个傲慢的女人，心中已经有了定论。不需要阿加莎告诉我，我也很清楚你是一个多么贪婪的祭司，我非常清楚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大祭司发出一声轻笑，你真是个大胆的女孩，你打算怎么让我相信你？多罗西直视着对方，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大祭司，皇帝陛下。多罗西的声音在大殿内回荡，你想牵制他，不是吗？大祭司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眼神变得锐利，他死死盯着眼前的女孩。主教，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德蒙主教吓了一跳，什么？但是大祭司侧过脸，确保没有任何人进来，也不要让这间屋子里的任何对话传出去。德蒙主教低下头，是，大祭司大人。沉重的大门缓缓关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空旷的大殿内只剩下多罗西与大祭司两人。大祭司坐在桌后，看着站在下方的多罗西。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畅所欲言了。多罗西微笑着看向大祭司。那么，我先从解释我的能力开始。我可以知道任何我想知道的事情，比如你视如珍宝的那个秘密金库的位置。大祭司发出一声不屑的冷笑。秘密金库，想象力真是丰富，人们总是喜欢在背后这样诽谤他人。多罗西并没有停下，恐怕那个地方不是能随便葬人的。你不是还准备了一个单独的住所吗？就在米格尔。大祭司的脸色瞬间僵住，眼神中闪过一丝动摇。多罗西继续说道：“那里伪装成一家小酒馆，但在地下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金库。”阿加莎漂浮在多罗西身边。多罗西看着大祭司：“天哪，你到底打算用那些东西做什么？你用来创建金库的化名是朱迪斯，对吧？真是个可爱的名字。”多罗西向前迈步，裙摆随着脚步轻轻晃动。大祭司惊恐地后退：“你怎么会知道？”多罗西停下脚步，直视着对方。我能听到8位守护神的声音，不仅如此，我还能与他们交谈。多罗西看向大祭司：“你现在还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圣女吗？”大祭司瘫坐在椅子上：“这不可能，与神灵交谈，即使是接收神谕的祭司也做不到这种事。”多罗西看着对方惊慌失措的样子，他终于相信我了。多罗西敏锐地察觉到大祭司内心的动摇，这是个机会。大祭司，我已经向您展示了我的力量，所以请帮我。大祭司坐在桌后，帮你。多罗西向前走了一步，在我来到这里之前，皇帝曾派人到处找我，那是神灵告诉我，绝对不能被皇帝抓住，这就是我寻求神殿庇护的原因。多罗西在心中盘算，我必须让自己看起来浅薄且贪婪，一个卑微的平民，一个永远不会对大祭司构成威胁的人。他露出不安的神色，双手交叠放在胸前。大祭司，凭借我的能力，我一定会对神殿有所帮助，请收留我。
多罗西注视着对方，他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明确利用价值的对象。大祭司陷入沉思，皇帝在寻找圣女，他根本不应该相信圣女的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大祭司嘴角上扬，既然如此，我可以利用这一点来牵制皇帝。他站起身，脸上换上了亲切的笑容。很好，圣女大人，既然神灵通过您来传达旨意，那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在神圣的祝福中紧密相连。大祭司走向多罗西，您刚从德蒙赶来，还没有落脚的地方吧？多罗西愣在原地，阿加莎也露出惊讶的神色，他的态度完全变了。多罗西回过神，啊，是的，我还没有地方住。大祭司拍板决定，那就这么定了。我坚持，请您留在宏伟的大神殿里，我们会确保满足您的所有需求。多罗西微微躬身，谢谢您的体贴。大祭司注视着多罗西，我相信您明白我这些举动背后的含义。只要您留在神殿里，我相信您会为我带来巨大的利益。多罗西看着大祭司离去的背影，心中感到一阵寒意。阿加莎也神情凝重地看着他。多罗西低下头，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对吧？阿加莎的声音在多罗西脑海中响起。那个祭司并不完全相信多罗西就是圣女，他甚至在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情报泄露了。多罗西吃了一惊，那他为什么还要把我留在身边？他觉得你或许有用，如果你是真的圣女，那对他来说就更好了。目前他会把你留在身边监视，同时确保他自己的秘密不会外泄。大祭司站起身，好了，你一定累了，去休息吧。我会为你安排一名随从，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尽管告诉他们。请等一下，大祭司。多罗西叫住了准备离开的大祭司，你打算什么时候宣布圣女降临的消息？大祭司停下脚步，侧过头看向多罗西。圣女，我认为现在让你参与神殿事务还为时过早，我打算在1周内发布公告。多罗西站在宽敞的房间中央，直视着大祭司。1周太长了，必须在明天宣布。大祭司停下动作，什么？多罗西向前迈出一步，你必须现在就发布消息，确保明天一早所有的报纸都能刊登。至于正式的仪式或其他事情，以后再说也可以。西奥多的人已经在来抓我的路上了，1周，到那时候我可能已经没命了。大祭司猛地拍向桌面，如果最后证明你是个骗子，神殿就彻底完了。你竟然要求我冒这么大的风险？他快步走向多罗西，你怎么敢对我这个大祭司提出这种要求？多罗西被对方的气势逼得后退，看着大祭司突然转变的态度，他怎么回事？态度又变了，他到底有什么问题？阿加莎拉住多罗西，多罗西退后。阿加莎突然冲到多罗西身前，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爆发。大祭司被这股冲击力震得连连后退，他瞪大眼睛，满脸不可置信，身体不由自主地悬浮到了半空中。多罗西站在原地，惊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大祭司在空中挣扎，身体完全失去了控制，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阿加莎愤怒地大喊：“作为一个大祭司，他竟然毫无虔诚之心，满脑子只有贪婪！”大祭司惊恐地盯着多罗西，这不可能，他真的在引导神的力量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快把我放下来！多罗西沉默地看着狼狈的大祭司，大祭司心中充满了屈辱，这个乡巴老丫头竟然敢！多罗西突然合起双手，露出灿烂的笑容。所以关于明天发布消息的事，你决定好了吗？大祭司避开多罗西的视线，那么请好好休息吧，圣女大人。多罗西露出笑容，谢谢你。大祭司离开后，沉重的大门关上，多罗西独自站在华丽的房间里，长舒了一口气。多罗西兴奋地看向他，阿加莎，你刚才真是太棒了！阿加莎飞到多罗西面前，我把你吓坏了吧？多罗西拍着胸口，何止是吓坏了，我感觉心脏都要停跳了。阿加莎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毕竟是守护神，虽然现在的力量已经削弱了很多，抱歉，我没能为你做的更多，不过这确实帮我们说服了大祭司，不是吗？多罗西点点头，多亏了你，阿加莎。他想起大祭司刚才惊恐的表情，多亏了你，我想他短时间内应该会安分不少了。多罗西，我能感觉到力量正在慢慢回到我身上，这一切也许都是因为你。如果其他神灵也像我一样正在恢复，他们很快就能再次使用各自的神权了。维斯塔手中跳动着火焰，医神杰森正专注地观察，马克则是一脸不耐烦地挥动武器。阿加莎收回目光，当然，多罗西要完全恢复力量还需要很长时间，但自从遇见你之后，我开始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阿加莎突然停住，脸色变得苍白。等等，不对劲！多罗西疑惑地看着他，怎么了？我与你的连接正在变弱，有一个超出理解的存在正在靠近这里。多罗西愣在原地，如果那是连阿加莎都无法看透的存在。急促的脚步声从走廊传来，房门被猛地推开，一名祭司慌张地冲了进来。圣女大人，陛下驾到了！大祭司让您立刻躲起来。多罗西咬紧牙关，他竟然来得这么快。阿加莎紧跟在多罗西身后，两人在祭司的带领下快步穿过走廊。皇帝的情报网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多罗西在走廊里奔跑，最好躲在人多的地方，请带我去附近的礼拜堂。礼拜堂内坐满了祈祷的信徒。多罗西穿过一排排长椅，如果独自躲在安静的地方，反而等于在大声宣告我就是圣女，混入人群才是最好的选择。他拉起斗篷的兜帽遮住脸，坐到了信徒中间。阿加莎，就算你无法读取西奥多的心思，至少还能看到他吧？请在他踏入礼拜堂的那一刻立刻告诉我。四周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多罗西等了许久，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阿加莎，多罗西猛地睁大眼睛，连接彻底断开了。难道我要独自面对他吗？他拉紧兜帽，不安地看向入口处。西奥多推开礼拜堂的大门，大步走了进来。他环视四周，目光扫过每一处角落。多罗西躲在兜帽下，他来得太快了，
直觉竟然敏锐到这种地步，不能慌张，必须表现得像个普通的信徒。多罗西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你好，这位兄弟。男人转过头，欢迎你姐妹，愿平安与你同在。多罗西继续搭话，谢谢，也祝愿你。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男人叹了口气，还行吧，只是不知道神灵什么时候才会回应我们的祈祷。这该死的关节炎，今天又让我难受坏了。沉重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西奥多正一步步靠近。多罗西低下头，假装专注地听着男人的抱怨。我听说我们应该增加供奉。西奥多走过一排排长椅，目光冷峻地审视着人群。男人继续低声说道：“但最近的日子实在太艰难了。”西奥多停下脚步，他站在多罗西身后的过道上，目光落在了那个披着褐色斗篷的背影上。多罗西僵在座位上，感受着身后传来的压迫感，心跳声在耳边剧烈回响。是他吗？多罗西躲在兜帽下，心跳几乎停滞。西奥多站在他身后，声音低沉而冰冷，抬起头来。多罗西僵住了，他缓缓转过身，仰视着这位年轻的皇帝。西奥多俯视着他，目光锐利。你叫什么名字？多罗西坐在长椅上，双手紧紧交叠在膝盖上。西奥多站在他面前，高大的身影投下沉重的阴影。多罗西愣住了，一时间无法言语。回答我。西奥多逼近了一步，双眼直视着他。多罗西猛地回过神，我叫特玛利亚。他低下头，避开那道仿佛能洞察一切的目光，仅仅是看着他，我就彻底乱了方寸。把兜帽摘掉。多罗西缩起肩膀，我正在进行苦修，现在不能摘下兜帽。西奥多双手交叠，原来如此，既然这样，那就随你便吧。他微微低头，露出笑容。如果你的苦修比你的命更重要的话。多罗西僵在原地，我这就摘掉。他伸出手，解开斗篷的系带，兜帽滑落，长发散落在肩头。多罗西抬起头，看向眼前的男人，虽然知道现在不该想这些，但他确实长得非常出众。西奥多侧过脸，注视着多罗西，你就是那个圣女吗？多罗西愣住，什么？西奥多继续说道，那个来自贫民窟，接管了赌场，被称为骗子圣女的家伙。多罗西脑海中浮现出自己曾经在赌场挥霍金币的模样，他脸色苍白，冷汗顺着脸颊流下。就是你吧？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多罗西移开视线，西奥多看着他，露出笑容。所以果然是你。多罗西在心中呐喊。阿加莎偏偏在这种时候不在。之前我敢大放厥词，全是因为有神灵在背后撑腰，他在试探我。多罗西握紧拳头，现在只能装傻到底了。目前的我既没有手段，也没有力量去宣称我会提供帮助。对于皇帝来说，我还不是一个有用的棋子，我只是一个碍眼的家伙，必须在引起更多麻烦之前被处理掉。如果我想活下去，这是唯一的办法。圣女。西奥多停下动作，看向多罗西。多罗西捧住脸颊，哎呀，如果您这么说的话，您是觉得我既神圣又美丽吗？他露出灿烂的笑容，真没想到像您这样英俊的人，竟然会用这种方式夸奖我。多罗西开心地欢呼起来，特玛利亚真是太幸福了。西奥多站在原地，神情僵住，身后的随从也露出了惊愕的表情。什么？多罗西双手捧着脸颊，你刚才的意思是，特玛利亚既神圣又美丽，对吧？他露出灿烂的笑容，能得到像你这样美丽的人称赞，特玛利亚真的好开心。西奥多沉默地看着他。什么？多罗西捂住脸，转过身去。哎呀，如果你用这么热情的眼神盯着我看，特玛利亚会害羞的。西奥多看着多罗西，你疯了吗？多罗西愣了一下，你居然就这么直接说出来了。他低下头，真是尴尬的要命。不过总比丢掉性命要好得多。根据这个世界的原著小说，西奥多即便在登上皇位之后，也从未册封过皇后。那些试图通过联姻提升地位的女性，让他深感困扰。为了避免卷入与神殿立场不合的贵族纷争，他最终开始厌恶所有主动接近他的女人。多罗西双手捧着脸，特玛利亚一定是疯了，只是因为您太美了，先生。我竟然说出声了，该怎么办？虽然很可怕，但如果想让皇帝的注意力从圣女身上移开，这是唯一的办法。艾萨克看着他，你是谁派你来的？是胡梅里伯爵，还是阿奎维尔男爵？他已经调查并避开了所有来自那些家族的女性。难道是奇西基伯爵，那个像老鼠一样的混蛋？多罗西听着那些名字，这些名字听起来怎么都这么奇怪。不过幸好他自己产生了误会。多罗西低头摆弄着手指，特玛利亚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在履行职责。他突然抬起头，大声宣告，但如果您想要特玛利亚，我就辞职不干了。多罗西紧紧抓住西奥多的衣襟，仰头看向他，我相信连神灵都会理解我们的爱。他在心里不停祈祷，一定要看起来像个疯子，拜托了。西奥多沉默地注视着他，一言不发。艾萨克轻咳一声，陛下请回吧。他是个奇怪又恶毒的人。多罗西心中暗自庆幸，看来演技奏效了，只要继续保持下去。西奥多突然开口，他猛地俯身靠近，多罗西吓得缩紧身体。你到底在玩什么花样？他将多罗西逼退到墙边，双手撑在他身侧，将他整个人困在怀中。艾萨克站在后方，惊恐地看着这一幕。多罗西僵在原地。花样？特玛利亚刚才只是太开心了。如果您是说……西奥多猛地揪住他的衣领，将他整个人提向自己。如果你现在是在演戏，如果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全是谎言，他凑近多罗西的耳畔，声音低沉而冰冷，那就不只是丢掉性命这么简单了。多罗西惊恐地睁大双眼，冷汗顺着脸颊滑落。不是的，他在心中疯狂呐喊。完了，我不该低估他的，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会死在这里。多罗西猛地跪倒在地，对不起。多罗西在心中飞速盘算，必须改变策略。我只是个卑微又愚蠢的平民，当像您这样高贵的人对我表现出兴趣时，我变得贪婪了。
虽然西奥多反对神殿和圣女，但他依然是被民众颂扬的仁慈皇帝。既然如此，我应该表现得像个可怜又悲惨的平民。多罗西伏在地上，声音颤抖。虽然自己说出来很不好意思，但我经常听人说我长得漂亮，因为家境贫寒，我才敢做这种愚蠢的梦，真的很抱歉。西奥多俯视着跪在脚边的女孩，沉默地注视着她。过了许久，他终于开口：“够了，起来吧。”多罗西愣了一下，抬起头看向他：“那这意味着您原谅我了吗？”西奥多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站在神像前。多罗西看着伸到面前的那只手，有些迟疑地搭了上去。“啊，谢谢您。”西奥多握住多罗西的手，将他从地上拉起。多罗西仰头看着他，那种令人窒息的杀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异样感。西奥多松开手，转过身：“到此为止了，艾萨克。”他迈步走向大殿出口。“那个假圣女的事情让我变得太敏感了。”多罗西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大祭司在哪里？”艾萨克紧跟在西奥多身后。“您需要去1楼。”脚步声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在走廊尽头。多罗西托立地，靠在长椅上，长舒了一口气。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总算糊弄过去了。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目前是保住了性命，但他认出我的脸只是时间问题。多罗西抬起头，眼神变得清澈，已经没有退路了。唯一能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获得名望，在那之前，必须尽可能避开他。多罗西，多罗西！阿加莎突然现身，“你还好吗？没有受伤吧？”多罗西看着飞来的守护神：“阿加莎大人，您突然消失了，我真的很担心。”阿加莎停在半空中：“对不起，多罗西。”似乎是皇帝身上的加护屏蔽了我的声音和样子。多罗西愣住了，原来当皇帝在附近时，我就无法与神灵沟通，事情变得比预想中还要困难。阿加莎看着多罗西：“不过刚才真的太精彩了，你是怎么想到那些话的？特玛利亚既神圣又美丽。”多罗西脸颊发烫：“您全都看到了吗？”阿加莎点点头：“是的，不只是我，其他的神灵也都吓了一跳。”多罗西看着这些欢快的身影，陷入了沉思。尊严什么的，以后再说，首先得保住性命。他想起那些曾经折磨他的神灵，以及因为被称为萨满之女而遭受的偏见。正因如此，他一直过着难以忍受的孤独生活。一群小精灵模样的神灵围了过来。“没错，多罗西，你太棒了，反应速度简直是一流的，干得好！”神灵们围在他身边：“你忍受得很好，多罗西，换成别人肯定做不到。你真有胆量，辛苦了。要我帮你把皇宫翻个底朝天吗？”多罗西低着头，嘴角微微上扬。曾经拼命想要逃避的那些存在，如今却给了他最温暖的安慰与赞美。这种感觉竟然如此令人安心。多罗西肩膀微微颤抖，阿加莎飞到他身边：“哎呀，多罗西，你哭了吗？”在不知不觉中，多罗西已经接受了这些神灵，将他们视为站在自己这一边的同伴。大殿的另一端，西奥多正面对着大祭司：“我们听说您在祈祷时威胁了信徒。”大祭司质问道：“在神圣的神殿里，您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西奥多摊开双手：“我只是热情地向他们打了声招呼。”他看向大祭司：“这难道不是夸大其词吗？”大祭司长。大祭司沉默了片刻，低声回应：“陛下，您这次又在策划什么？”“谁知道呢？”西奥多看向大祭司：“你应该最清楚我在策划什么，难道你的神灵没有告诉你这些吗？”大祭司坐在桌后，神灵只为更伟大的利益降下启示，他们不会谈论琐碎的小事，是吗？那可真奇怪。西奥多停下脚步，转过身：“最近出现的那个圣女，听说她连神灵最琐碎的话语都能听见，甚至还能揭露人们隐藏的秘密。”大祭司沉默不语。也许那位圣女是更伟大的存在，但对于你这位大祭司来说，竟然完全听不到神灵的声音。西奥多双手交叠，看向下方，看来神灵对你并没什么兴趣。大祭司低头看着桌面，一言不发。总之，我要走了，今天只是顺路来打个招呼。西奥多转过身，西奥多停下脚步，侧过脸，别忘了开始寻找你的继任者。我是考虑到你的年纪才这么说的。大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房间内陷入死寂。大祭司猛地挥动手臂，桌上的茶具被悉数扫落，瓷器碎裂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该死！这个傲慢无礼的混蛋！16年前，连他的父母都跪在我面前，苦苦哀求，他们的儿子竟敢如此嚣张。大祭司双手死死按住桌面，指关节因为用力而颤抖。祭司，回答我！站在一旁的祭司吓了一跳。是，大祭司长，既然已经宣布了圣女回归，我就必须为她搭建一个展示的舞台，去准备一下。祭司低下头。是，大祭司长。巧合的是，阿兰德侯爵夫人刚刚送来了邀请函。大祭司抬起头，那就去见见她。正如圣女所言，皇帝竟然亲自来寻找她，这足以证明她拥有极高的利用价值。这是神灵赐予的机会，让我这位大祭司能够借此登上至高无上的宝座，这与神灵的默许别无二致。大祭司按住桌面，嘴角露出一抹笑意：“我会彻底的利用你。”多罗西站在阳光下，神灵们围在他身边嬉戏。他微笑着看向前方，全然不知阴谋已在暗处滋生。大圣堂的公告发布后，无数报纸像雪片一样飞向城市各处。孩子们聚在一起，读着上面的内容。圣女重现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帝国。混乱平息后的第二天，西奥多出现在大圣堂，报纸上印着多罗西祈祷的画像，头条赫然写着：梅尔塔教会大祭司宣布圣女验证完成，传奇圣女归来。大祭司拿着报纸看向眼前的多罗西，多罗西有些局促，这种感觉很奇怪，我真的要名扬整个帝国了吗？大祭司放下报纸，帝国的公民都在热烈欢迎圣女归来，你应该很高兴吧，圣女大人？多罗西露出灿烂的笑容。是的，我非常高兴。他在心里暗自腹诽，这家伙
是把我当成傻瓜了吗？多罗西很清楚，如果仔细看报纸上的文章，就能发现，所有的赞美都集中在大祭司身上。被神祝福的大祭司，开启和平时代的大祭司，被神选中的历史性使者。大祭司打算把这一切都归为自己的功劳。大祭司看着手中的文件，世界之所以能这么快接受你为真正的圣女，是因为神通过蓝色的火焰降下了神谕。多罗西随声附和：“是的，大家都在谈论那个。”大祭司继续说着，在帝国的每一座神殿里，象征神谕的蓝色火焰同时点燃，这让圣女的形象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多罗西很清楚，那其实全靠阿加莎的力量。大祭司看向多罗西：“我曾向神虔诚的祈祷，希望这一切能够发生，而神立刻就回应了我的请求，不是吗？”多罗西保持着笑容，没有说话。大祭司沉默了片刻：“神真的很珍惜你。”阿加莎飘在半空中，她正盯着大祭司。为什么是这个没用又无聊的女孩？这就是大祭司现在的想法。阿加莎看向多罗西：“多罗西，我真的需要把每件事都解释得这么详细吗？我能不能只给个总结？这真的很累人。”多罗西有些无奈：“我需要确切的措辞，这样我才能在各种情况下做出恰当的回应。拜托了。”阿加莎叹了口气：“好吧。”大祭司站起身，走到窗边向下望去。看来你已经有了高喊你名字的追随者，有些人正在大圣堂里献上感恩的祈祷。他转过身看向多罗西：“好了，看来我们已经准备好进行重生仪式了。我们要出去见见他们吗？”阿加莎在多罗西耳边低语，他想的是，如果他现在露面，对我们会有好处。多罗西立刻回应：“好的，没问题。”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目前我们应该顺着大祭司的意思去做。”多罗西松了一口气，无论如何，这将是我作为圣女的第一次正式亮相。我有点紧张，但我会没事的，对吧？大祭司走在前面，请往这边走。多罗西跟在大祭司身后，穿过长长的走廊，推开通往露台的大门。多罗西停下脚步，看向前方，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从下方涌来。大圣堂外的广场上挤满了人，民众高举双手，疯狂的呐喊：“是圣女，圣女大人出现了！”还有大祭司，大祭司也在那里。人群中有人流下眼泪，那是多么高贵的人啊！神一定是为了救赎我们才送他回来的。多罗西站在高处，看着下方沸腾的人群，双手不由自主地放在胸前：“圣女大人万岁！愿圣女获得永恒的荣耀！”多罗西站在露台上，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成为视线焦点的感觉依然让他透不过气。从现在起，我必须一直站在这样的位置上吗？人群中传出凄厉的呼喊：“圣女大人，请救救我们！我的孩子生病了，求求您救救他！”一名妇女抱着婴儿挤到前方，泪流满面，她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布袋，发出沉甸甸的金属碰撞声：“这是我全部的财产，我已经准备好了供奉，求求您！”多罗西愣住了，他看向下方，阿加莎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那个女人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才拿出供奉，因为如果没有捐献，神殿根本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多罗西看到人群中有人跪在地上，举起双手哀求，神殿只会收钱，却从不传达我们的祈祷，神灵根本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多罗西看向身边的阿加莎：“阿加莎，你觉得在这些欢呼声中，有很多关于大祭司的议论吗？”阿加莎点点头：“是的，非常多。他们说大祭司是深受神灵眷顾的人，还说正是因为大祭司，这种奇迹才会发生。”阿加莎看向下方的人群，这很奇怪，他们为大祭司欢呼的声音，甚至超过了为你欢呼的声音。读取了大祭司的想法后，我发现人群中似乎混进了他安排的托儿。阿加莎看着下方，如果信仰一直这样流向神殿和大祭司，我们的神灵将很难恢复力量。多罗西陷入了回忆，那是她作为普仙女时的往事。母亲坐在她面前：“仙女啊，作为一名巫师，你必须懂得慈悲，你要怜悯世人并帮助他们，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成为连接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多罗西回过神，看向身边的阿加莎：“阿加莎大人，之前你用来推开大祭司的那股力量，也能用在我身上吗？”阿加莎有些惊讶：“你是说把你托举到空中吗？在这个高度，我无法维持太久。”多罗西看向前方：“不需要太久。”多罗西的双脚离开了地面，缓缓升起。大祭司察觉到了异样，猛地转过头，发出惊呼。多罗西飞向半空，越过露台的边缘，出现在所有人的头顶。民众停止了喧哗，呆呆地仰望着天空。圣女大人，圣女飞起来了！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呼，她真的在天空中飞翔。民众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多罗西悬浮在高空，他在心中尖叫：“啊，这比我想象中要高得多！”多罗西其实患有严重的恐高症，他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阿加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怎么样，多罗西？在这个高度，我还能让你保持稳定？”多罗西在内心疯狂回应：“是的，请务必保持这样。再这样下去，我可能会先死于心脏病发作。”多罗西缓缓降落，停在了那名抱着婴儿的妇女面前。周围的人群屏住呼吸，她真的是飞过来的吗？就像传闻中说的一样，她一定是神的化身。多罗西看向眼前的妇女玛丽安，妇女愣住了，怀里的婴儿还在熟睡。“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多罗西看着她，眼神中透着关切：“孩子还好吗？”玛丽安泣不成声：“我带他去了所有医院，试了所有人推荐的药，但是没有任何效果，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多罗西伸出手，轻轻抚摸婴儿的脸颊。“帝国的8位神灵以及炉火女神维斯塔会保佑你的孩子。”多罗西看向玛丽安，神殿会和你站在一起。他转过头看向一旁呆立的祭司：“祭司，请护送玛丽安，并为孩子准备食物。”年轻的祭司猛地回过神：“是，当然，请往这边走。”阿加莎看着祭司慌乱的背影，
他以前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感到紧张是很正常的。毕竟神殿以前只会在口头上谈论救赎信徒，人群中爆发了更大的骚动。圣女大人，我的丈夫昨天出了意外，圣女大人，请也救救我吧！再这样下去，我们要饿死了。多罗西看向涌动的人群，请不要担心，神殿会代表你们采取行动。大祭司俯视着下方发生的一切，多罗西的声音传遍广场，任何急诊病人都应该被带到大圣堂的医务官那里。神灵希望留在你们身边，所以请大家都到神殿来吧。多罗西站在民众中间，8位守护神会欢迎你们。他看向四周，声音传遍广场，神职人员必须前往最底层，而信徒必须被提升到最高处，正如阿加莎女神教导我们的那样。多罗西提起裙摆，优雅的行礼。他抬起头，看向露台上的大祭司：“我说的对吗，大祭司？”多罗西在心中冷笑：“为了维护神殿的形象，你现在根本无法拒绝，你必须把一切都还回来。那些从信徒身上勒索的捐款，以及原本属于神灵的虔诚。”大祭司站在高处，俯视着下方的多罗西，他的神情僵住了。大祭司终于开口：“确实如此，圣女大人。”您的慈悲之心确实没有边界。广场上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欢呼声，民众喜极而泣，高举双臂呐喊：“圣女归来了！”阿加莎女神在注视着我们，圣女大人万岁！多罗西站在人群中心，双手交叠在胸前，看着一张张激动的脸庞。人们终于将注意力从大祭司身上移开，重新回到了神灵和他的身上。多罗西露出了微笑：“很好，如果事情能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他转过身，走回大圣堂的走廊，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确实，那是一场精彩的演讲。圣女大人，一只手突然搭在了多罗西的肩膀上，大祭司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多罗西猛地停下脚步，转过头，对上了大祭司的视线。大祭司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但那双眼睛里却透着令人心惊的寒意。这是什么表情？多罗西在心中惊呼：这个女人的脸到底是怎么回事？大祭司盯着多罗西，请立刻来我的办公室，我相信你一定有话想对我说。大祭司转身走向办公室内，现在让我们完成刚才的谈话。圣女，他停下脚步，转过身看向多罗西，为什么不先和我商量，就说出那种话？多罗西站在原地，发不出声音。多罗西盯着大祭司，他的脸刚才明明不是这样的，现在又恢复了平时的样子吗？多罗西看向身边的阿加莎，阿加莎大人，刚才大祭司的脸看起来是不是很奇怪？不像人类，更像是某种邪灵。阿加莎点了点头，我也看到了，虽然不知道确切原因，但也许是因为大祭司的灵魂非常黑暗，出透明或白色，而堕落的灵魂则会带有灰色调。即便如此，我以前也从未见过像刚才那样严重的情况。阿加莎看向多罗西，你一定要小心。多罗西，圣女，既然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我就直说了。大祭司停下脚步，我从未允许你像刚才那样鲁莽行事。你知道救济民众需要多少预算吗？你显然低估了我。如果你不给出合理的解释，最好做好心理准备。多罗西低下头，我是在担心大祭司您未来会面临的危险。没错，我这么做是为了预防万一。大祭司愣住了。多罗西端起茶杯，您知道每位神灵都拥有独特的能力吗？大祭司叹了口气，这种事谁都知道，就像灶神维斯塔守护着家庭的和谐。多罗西摇了摇头，实际上那远不止于此。例如，维斯塔大人可以真正的操纵火焰。多罗西看向阿加莎，阿加莎大人可以预见未来，虽然他说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因为他的力量还没有完全恢复。大祭司露出惊讶的神情，竟然存在这种具体的能力，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即便如此，这又和刚才的事有什么关系？多罗西看向窗外，恰好阿加莎大人今天给了我一个预言。大祭司，那是关于你未来的预言。多罗西闭上双眼，双手交叠，他平时总是避免这样做，担心人类会过度依赖预言，但看来他真的很珍惜您。大祭司，阿加莎愣住了，珍惜？大祭司的眼神微微颤动，他珍惜我？多罗西看向大祭司，是的，根据我听到的内容，在不久的将来，皇帝会将你逼入绝境，你的影响力会减弱，甚至你现在的地位也会受到威胁。为了应对这一切，他说你必须赢得帝国公民的心。多罗西走近大祭司，因为大祭司的位置必须属于你。大祭司抬起手，指尖抵住下巴，女神站在我这一边。他靠向椅背，既然我已经把神殿壮大到了这种程度，他确实别无选择，只能珍惜我。虽然会耗费神殿大量的资金，但从长远来看，救济活动确实能改善神殿的形象。多罗西立刻点头，而且这也会为您带来巨大的利益。大祭司阿加莎在一旁看着多罗西，多罗西，你真了不起，你怎么能毫不犹豫地撒出这种谎话？大祭司放下茶杯，我明白了，很高兴女神认可了我的奉献，很好，为了未来的投资是必要的。多罗西坐在对面，看着大祭司转变的态度，他变脸的速度真快。大祭司再次开口，还有一件事，圣女准备一下，1周后去参加阿兰德侯爵夫人举办的私人茶话会。多罗西愣住了，茶话会？我这种平民出身的人去参加真的没问题吗？大祭司闭上眼，不会有问题的。阿兰德侯爵夫人，她是皇帝西奥多的亲姨妈，也是马尔塔教的虔诚信徒，正如先皇与皇后一样，这使她经常与不信神的西奥多产生分歧。即便如此，她目前是皇室中唯一能公开反对皇帝而不受惩罚的人，在社交界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多罗西咽了下口水，去参加这位侯爵夫人举办的茶话会，意味着大祭司想利用我这个圣女来扩大神殿的影响力。大祭司端起茶杯，露出微笑，
在圣女正式致辞后，神殿启动了近1个世纪以来首次大规模救济行动，街道上到处是散发的传单，民众聚集在一起阅读上面的内容。圣女在空中的神迹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很快，报纸上充斥着对大祭司的赞美，称他是发起救济行动的仁慈领袖。多罗西看着报纸上的报道，陷入了沉思。多罗西盯着报纸，在舆论战中，我一直处于劣势。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迟早会出问题。这样不行，我必须亲自想办法对付那些报社。时间飞逝，1周后，马车停在宏伟的庄园门前。多罗西走下马车，大祭司看向多罗西：“你之前说过会帮我，所以在这里不要有任何出格的行为，完全按照我说的去做。”多罗西坐在马车内，双手交叠。“是的，大祭司。”去参加茶话会的日子终于到了。庄园内绿意盎然，侍从微微躬身：“感谢各位的光临，侯爵夫人正在里面等候。”多罗西跟在大祭司身后，咽了下口水。该怎么办？这段时间我一直专注于处理媒体的事，几乎没怎么考虑过这场茶话会。多罗西看向身边的阿加莎：“阿加莎大人，你觉得大祭司在计划什么？”阿加莎漂浮在半空。首先，参加这场聚会的每个人都极具影响力。他看起来打算在聚会上散布关于皇帝的不利谣言，通过声称收到了某种神谕，比如帝国的太阳将会暗淡并动摇。难怪最近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圣女的负面传闻，甚至说圣女在没有神火的情况下也能接收启示。他打算利用你，宣称圣女收到了针对皇帝的预言。阿加莎的神情变得严肃，这意味着多罗西，你必须……阿加莎的话还没说完，身影突然开始闪烁。阿加莎大人，多罗西停下脚步，看着阿加莎在空气中逐渐变淡。多罗西停下脚步，与阿加莎的联系再次中断了。以前只发生过一次这种情况，难道是……那种不祥的预感再次涌上心头。大祭司走在前面，多罗西紧随其后，两人走上台阶，进入宴会厅。侍从向室内宣告：“大祭司与圣女驾到。”一个低沉的声音从室内传来：“你们来的可真晚，我从未见过有客人迟到这么久。”大祭司猛地停住脚步，多罗西也愣在原地。西奥多坐在椅子上，嘴角带着笑意：“你应该在邀请客人时更挑剔一些。”姨妈，多罗西看着眼前的男人，为什么我的直觉总是这么准？西奥多为什么会在这里？西奥多坐在繁花簇拥的座椅上，端起茶杯，看向门口的来客。大祭司僵在原地，沉默了许久，才缓缓低下头行礼：“参见皇帝陛下。”阿兰德侯爵夫人站起身，微笑着打招呼：“欢迎，我一直在等你们。”他看向西奥多，又转头看向大祭司身后，看来圣女也一起过来了。多罗西躲在大祭司身后，低着头，不敢直视前方的视线，真想永远躲在大祭司后面不出来。如果这么快就和他正面接触，之前为了避开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就全白费了。大祭司深吸一口气，平复情绪后走向前：“帝国之光万岁，侯爵夫人，感谢您的邀请。”他转过身，看向身后的多罗西：“圣女，你站在那里做什么？还不快向陛下问候？”多罗西猛地回过神：“是。”他在心里责备自己：“我在想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我必须振作起来。”多罗西走上前，双手交叠放在胸前，微微躬身，向帝国的太阳致以问候：“这是我的荣幸。”西奥多看着眼前的女孩，嘴角微微上扬：“啊，原来你就是那个传闻中的圣女。我听说你是帝国最珍贵的礼物，很高兴见到你。”多罗西依然低着头，不敢直视对方。西奥多再次开口，抬起头来：“今天的主角不是我，而是侯爵夫人。”侯爵夫人看着这一幕，露出微笑：“哦，陛下今天的心情似乎格外好呢。”西奥多看向自己的姨妈：“确实如此，姨妈。”西奥多放下茶杯，实际上我今天目光锁定在多罗西身上，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多罗西僵在原地，冷汗顺着脸颊滑落，他能感觉到那道视线正紧紧盯着自己，仿佛要将他看穿。西奥多单手托腮，注视着眼前的女孩。多罗西屏住呼吸，心脏剧烈跳动，他看着西奥多，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完了，彻底搞砸了。在繁花簇拥的白色凉亭内，茶叙正在进行。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抽空参加，请入座。多罗西坐在圆桌旁，身侧的大祭司正襟危坐。多罗西看向对面，西奥多坐在主位，他正注视着这边。多罗西低下头，即便如此，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盯着对方？大祭司他，多罗西看向身边的大祭司，神情紧绷，那种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为了散布那些恶毒的谣言，只需要当事人出现就够了。我甚至不需要女神来告诉我这些。阿兰的侯爵夫人是梅尔塔教派的虔诚信徒，在这样的场合邀请一位公开敌视神殿的侄女参加聚会，这难道是某种宗教胁迫吗？多罗西看向前方，如果是姑姑的话，她应该很清楚自己的侄女为什么厌恶梅尔塔，这真的太过分了。阿加莎不在身边，多罗西只能独自忍受这一刻。他维持着礼貌的微笑，内心却在祈祷这场聚会能平安结束。西奥多端起茶杯，轻抿一口，目光始终停留在席间。侯爵夫人双手交叠，打破了沉默。啊，是的，最近圣女的所作所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慈善工作确实令人钦佩。多罗西停下动作，转过头看向对方：“我很高兴您能这么想，侯爵夫人。我还听说你那天在天空中飞翔，那是真的吗？”多罗西点头回应：“是的，那天女神帮助了我。”西奥多放下茶杯，发出一声轻笑：“啊，抱歉，我失言了。”西奥多放下茶杯，在这样的场合听到这种故事，确实让我觉得很有趣。侯爵夫人猛地站起身：“陛下，您怎么能对圣女大人说出这种话？”西奥多看向他：“那您想让我怎么做呢？”姑姑，我只是觉得去相信这种荒诞不经的故事，本身就是一种失礼。
西奥多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袖。无论如何，请各位继续享受茶叙，我就先失陪了。但是陛下，圣女大人她……侯爵夫人，西奥多打断了他的话。我已经忍耐到了现在，但如果您的意图是想向我灌输您的信仰，最好到此为止。他伸出手按在桌面上，在我的耐心耗尽之前，陛下，我这全是为了您着想。侯爵夫人紧紧攥住胸前的项链，这可是传播新信仰的大好机会。侯爵夫人，西奥多厉声打断了他，请原谅我的冒昧。多罗西突然开口，就在刚才，女神向我传达了神谕。西奥多停下脚步，转过身看向他，女神向你说话了。席间响起一阵骚动，侯爵夫人惊呼出声：“圣女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多罗西站起身，双手交叠在身前。这件事必须立刻向陛下汇报，因此，陛下能否请您允许我与您单独面谈？西奥多沉默地注视着多罗西，他没有立刻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多罗西屏住呼吸，等待着回应。西奥多嘴角上扬，露出一丝笑意，真是麻烦。他转过身，走向凉亭外。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圣女大人。两人穿过繁花掩映的小径，来到一处僻静的露台。西奥多向身后的侍从下达命令，不准让任何人靠近这里，哪怕是一只老鼠也不行。侍从躬身退下，露台上只剩下他们两人。西奥多停下脚步，转过身看向多罗西。那么，现在可以说了吗？他向前迈出一步，目光紧盯着多罗西。为什么要请求单独面谈？圣女大人，或者我该称呼你为特玛利亚。多罗西停下脚步，茶话会上的种种状况，以及对皇帝的挑衅，似乎都让他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这就是他走到这一步的原因。我必须解释清楚。多罗西看向眼前的男人，西奥多是一个能瞬间将他毁灭的人，即便无法对皇帝使用阿加莎的力量，但通过原著故事，他掌握着他人无从知晓的秘密。如果眼前的皇帝真的和原著中一模一样，多罗西抬起头，直视着西奥多的目光。多罗西看向西奥多，我打算废除梅尔塔教派。他决定实话实说，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希望能与陛下联手。西奥多沉默地注视着他，你真的认为我会相信这种话吗？多罗西知道他不会轻易动摇，您当然不会相信。但是关于圣女想要废除梅尔塔这件事，您难道不想听听背后的理由吗？两人在露台的圆桌旁对坐，西奥多靠向椅背，双手交叠，他审视着眼前的女孩，继续说下去。多罗西闭上双眼，平复呼吸。陛下很清楚阿加莎的存在，作为帝国的守护神之一，您可能不会相信我，但我确实听到了女神的话语。多罗西伸出手，掌心向上，仿佛在承接某种无形的力量。女神告诉我，帝国正以神殿为中心腐烂，那些神职人员贪婪地攫取财富，金币在他们手中堆积如山，结果导致守护神的能量减弱，最终一场巨大的灾难将会降临。多罗西看向西奥多，而且女神还告诉我，陛下也正打算废除神殿。西奥多猛地抬起头，看向多罗西，我的不信神在贵族中早已不是秘密。西奥多侧过脸，但是废除神殿这件事，那是我只对自己下过的决心。多罗西站起身，直视着皇帝，我想阻止即将降临在这个世界的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陛下和我拥有共同的目标。那么，既然你当时就有机会，为什么在初次见面时要撒谎，自称是特玛利亚？西奥多坐在桌前，注视着对面的多罗西。因为这种事无法公开讨论，而且作为一名平民，我根本没有资格请求陛下私下接见。多罗西低下头，如果在那时就暴露了圣女的身份，我肯定会被杀掉，100%。所以你利用了体制，为了见到我才成为圣女。西奥多看向窗外，那么你作为圣女的身份是真的吗？是的。多罗西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目光。陛下可能不相信我，但这是事实。西奥多陷入了沉思，他伸出手，指尖按在桌面上。那我反而更困惑了，如果神灵真的想要铲除神殿的腐败，为什么要将这个任务委托给你？他侧过脸看向多罗西，为什么不直接行动？你口中那些高高在上的神灵们，即便力量已经衰弱，神灵依然拥有降下启示的能力，就像那簇被诅咒的火焰。多罗西看向前方，没错，只有神灵才能点燃那样的火焰，那是任何人都无法干涉的力量。但是神谕却完全不同。多罗西神情严肃，神谕随时都可能被祭司们操纵。他向前迈出一步，拉近了与西奥多的距离。陛下，请仔细听好我接下来的话。西奥多停下动作，注视着眼前的女孩。多罗西深吸一口气，在过去，神殿曾经发布过虚假的神谕。16年前，西奥多看向前方，那一天，无数生命逝去，瘟疫爆发了。年幼的西奥多站在墓碑前，脚边放着一束白花，他背对着一切，沉默地注视着冰冷的石碑。违抗神旨的土地必将遭受天罚。16年前，神庙传下神谕，紧接着一场瘟疫席卷了整个帝国。神灵降下愤怒的原因是人们忽视了神，无数人在瘟疫中丧生。漫长的沉默之后，大祭司终于给出了解决办法。神灵希望看到忏悔者的诚意，你们必须向神献祭。世界陷入混乱，一位父亲为了救女儿献出了生命，年幼的儿子为了母亲放弃了呼吸。无数金银财宝涌入神庙，先皇与皇后也不例外。为了次子，也就是西奥多的弟弟，他们荒废了政务，整日待在神庙祈祷，将财富倾注其中。几年后，那场毫无预兆降临的瘟疫又突然消失了，留下的只有满目疮痍。年幼的西奥多站在夜色中，你是说这真的是神灵的旨意吗？为了救我的弟弟，全家人倾尽所有去祈祷和哀求，但他最终还是在孤独中死去，甚至没能握住我们的手。西奥多看向远方，那道神谕从一开始就是真实的吗？神灵希望看到忏悔者的诚意，如果不是因为那句神灵在愤怒的宣言，先皇与皇后或许早就发现了病因和对策。
西奥多站在墓碑前，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祈祷上，让我的弟弟独自死去。16年前，关于那场夺走无数生命的瘟疫，神庙篡改了神谕，发布了虚假的公告。多罗西与西奥多坐在凉亭内，那场瘟疫其实起源于神庙内部，为了增加财富，他们参与人口贩卖，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像牲畜一样关在肮脏的环境里，导致了疾病的蔓延。神灵察觉了这一切，降下神谕，要求停止瘟疫。然而，神庙为了自身利益扭曲了神谕，利用它来收集捐款和贡品。多罗西看向西奥多，从那以后，神灵不再降下神谕，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话语无法再准确地传达给世人。这就是我从阿加莎那里听到的真相。阿加莎露出微笑，我很高兴能遇见你，多罗西，多亏了你，即使为时已晚，我终于可以拨乱反正了。西奥多握紧双拳，我一直知道神庙是腐败的，但我从未想过他们竟然如此卑劣。西奥多看向多罗西，你刚才说的话，你能为此负责吗？多罗西愣住，什么？西奥多向前倾身，你似乎还不明白自己刚才暗示了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如果这一切最后被证实是谎言，会有什么后果，对吧？多罗西屏住呼吸，果然，这是西奥多的软肋。但是，多罗西抬起头，陛下，我想与您合作。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就没有回头路了。多罗西直视着西奥多，语气一味地讨好您。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赢得您的信任，哪怕这真相会让我付出生命的代价。至于是否相信我，现在取决于您，陛下。西奥多陷入沉默，他注视着多罗西。过了许久，他终于开口：看来神灵确实教了你不少东西。西奥多看向窗外，即便没有你的帮助，我也能达成我的目标。我并不特别需要你的合作或协助。多罗西露出尴尬的微笑。关于这一点，以我圣女的身份，可以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监视神庙的一举一动。您的情报网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这对我来说会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西奥多转过头，那你从中能得到什么？帮助神灵净化世界。我不相信这种微不足道的正义。如果你要与我联手，一定也有你想要的东西，对吧？多罗西避开视线，真是敏锐。神灵告诉我，如果我能妥善解决这件事，他们会满足我一个愿望。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个愿望。西奥多盯着他，那么这个愿望是什么？多罗西僵住身体，他无法说出口。即便神灵已经不再降下神谕，但他们依然在注视着他。他总不能当着神灵的面说，请让这些神彻底消失在我的生活里。多罗西低下头，对不起，唯独这件事我不能告诉你。作为交换，我会提供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我知道大祭司秘密金库的位置。西奥多看向他，秘密金库。那是大祭司存放贪污赃款的地方，整个帝国恐怕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有了这个情报，您现在可以信任我了吗？西奥多沉默片刻，在哪里？多罗西意识到他上钩了，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只有在您答应与我合作之后，我才会揭晓答案。西奥多笑了一下，胆子不小，你真的打算在这个国家的皇帝面前讨价还价吗？多罗西低下头，如果陛下在没有答应帮我的情况下拿走了金库，我就失去了保护自己的手段，到那时我一定会被大祭司杀掉的。多罗西看向西奥多，既然我是唯一知道金库位置的人，大祭司一旦察觉，必然会向我寻仇。西奥多陷入长久的沉默。好吧，我会暂时考虑你的提议。多罗西露出笑容，真的吗？谢谢您，非常感谢。他站起身，除了金库，我还会去挖掘更多您可能感兴趣的弱点。衷心希望您能做出对我们都有利的决定。西奥多站起身，准备离开。很好，多罗西叫住了他。哦，还有一件事。西奥多停下脚步，转过身，又怎么了？多罗西低下头，关于我上次对您撒的那个谎，我真的很抱歉。西奥多看着他，那个谎言确实有些过分了，我需要一些时间来决定是否原谅你。多罗西愣了一下，随后点头，啊，是的，我明白了。那么，西奥多迈开脚步，下次见，特玛利亚。多罗西愣在原地，下次见，这意味着我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积极的信号吗？无论如何，我活下来了。多罗西长舒一口气，紧绷的肩膀终于松弛下来。西奥多或许不会立刻答应，但我只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总有一天，我会让他选择合作。而且无论如何，在这一世，我一定要实现愿望，过上平静的生活。多罗西独自坐在凉亭内，远处的灌木丛后，一个男孩躲在阴影中，默默注视着他的背影。马车驶过街道，发出规律的声响，渐渐远去。西奥多坐在马车内，真是麻烦。如果那场瘟疫真的是神庙在背后操纵，他并不会感到意外。在他眼中，神庙完全有能力做出这种暴行。然而，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这仅仅是一个疯狂的指控。更何况，提出这个指控的人竟然是神庙的圣女。西奥多看向窗外，我该如何相信他？可即便如此，那种令人烦躁的假设却始终挥之不去。多罗西是一个凭空出现的圣女。不仅如此，她还亲自领导了神庙的救济工作，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她的报道。西奥多回想起多罗西的样子，那样一个积极投身救济的人，竟然在见到我时表现得如此恐惧。而现在，他甚至主动要求与我私下会面。西奥多陷入沉思，马车在夜色中继续前行，我完全无法看透他的真实意图。多罗西站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他似乎总是处于某种矛盾之中。西奥多靠在马车窗边，长舒了一口气，他看向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陷入了沉思。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马车在街道上疾驰，车轮碾过路面，发出规律的声响。车厢内，大祭司坐在多罗西对面，双手交叠在胸前。你和陛下的谈话似乎长得有些反常，你们到底谈了些什么？你没有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吧？多罗西看着愤怒的大祭司，是的，我们谈好了，要联手毁掉神殿。多罗西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这种话绝对不能说出口。
他看着大祭司，意识到对方正处于爆发的边缘。从陛下的突然出现到自己逐渐脱离掌控，没有任何事情顺着大祭司的心意发展，难怪他会如此生气。多罗西决定先安抚对方的情绪，他低下头，轻声回答：“当然没有，大祭司大人。”多罗西看向大祭司：“我之所以请求与陛下单独面谈，如果非要说个理由，那也是为了大祭司大人您。”大祭司皱起眉头：“为了我？”多罗西握紧双手：“是的，您不是一直想更深入的了解陛下的近况吗？所以，我下定了决心。”多罗西露出灿烂的笑容，竖起大拇指：“从现在起，我要偷走陛下的心。”大祭司愣在原地：“什么？”他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这太荒谬了！整个帝国谁不知道，陛下对女人根本毫无兴趣。”多罗西低下头：“确实如此，但是当我之前在大神殿偶遇陛下的时候……”等一下！大祭司猛地打断了他：“你在大神殿偶遇过陛下？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多罗西显得有些意外：“啊，您竟然不知道吗？我以为您早就知道了，毕竟当时有那么多双眼睛在看着呢。”多罗西在心中冷笑，大祭司当然不可能知道，因为自己只告诉他那些他需要听的话。多罗西开始编织谎言。就在我从德蒙回来的那天，陛下在祈祷室主动走向了我。就在那一刻，神灵对我说话了。神灵告诉我，陛下对我产生了兴趣。多罗西闭上眼，表现出虔诚的模样。大祭司并不知道，只要在西奥多面前，自己与神灵的感应就会彻底断绝，所以现在必须表现得足够厚颜无耻。大祭司身体前倾，语气中带着怀疑：“你是说，陛下真的对你这位圣女感兴趣？”多罗西睁开眼：“是的，您很清楚我拥有的力量。”大祭司大人，大祭司追问道：“所以这就是你单独见陛下的原因？”为了确认他的心意，多罗西露出灿烂的笑容，双手合十放在脸颊边。是的，他的心跳感觉有一点点柔软。大祭司愣住了，柔软？多罗西肯定地点了点头。是的，柔软。虽然陛下因为我是圣女而有些犹豫，但是他的心确实动摇了。多罗西继续讲述着刚才的会面。通过刚才的交谈，我认为陛下已经向我敞开了心扉。在我说话的时候，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打断过我。多罗西观察着大祭司的反应，即便我提到要推翻神殿，他也只是静静地听着。他认真倾听了我的每一句话，比如关于您的秘密金库。多罗西露出自信的笑容。如果这都不算感兴趣，那还能是什么呢？大祭司僵住了，冷汗顺着脸颊滑落。西奥多竟然会听完一个人的全部发言，那个从不听任何人把话说完的皇帝。阿加莎漂浮在多罗西身后，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哇，竟然成功了！多罗西，你真的很有天赋。多罗西握紧拳头放在胸前，神情显得有些羞涩。也许他以前确实对女人没兴趣，但在见到我之后，也许他改变了主意。大祭司陷入了沉思，动摇了陛下吗？他抬起头，眼神中闪过一丝算计。如果真是这样，那事情就变得好办了。大祭司拖着下巴，嘴角露出一抹笑意。很好。多罗西看着大祭司的表情，心中暗自得意，他彻底上钩了。阿加莎凑到多罗西耳边，但是多罗西，如果你真的决定和皇帝联手，总有一天你得说出真相。你也考虑过这一点吧？多罗西愣住了，眼神变得有些空洞。我还没想那么远。他猛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西奥多发现了一切真相，他会不会杀了我？马车在夜色下的街道上继续前行，车轮声在寂静的建筑间回荡。与此同时，在皇宫的办公室内，西奥多坐在桌前，艾萨克站在他面前。您是指16年前那场瘟疫的调查报告吗？如果是那件事，档案室应该存有记录，我这就去取。西奥多看着桌上的文件，不，西奥多看向艾萨克，从最初爆发的源头到附近村庄的山脚下，彻底搜查一遍，重新开始调查，检查那些可疑的废弃房屋以及土壤污染情况。艾萨克露出为难的神色，您是说那是16年前的事了？现在恐怕很难找到任何新线索。西奥多语气坚决，照做就是了，立刻开始，我们必须找到点什么。西奥多陷入沉思，如果圣女的话是真的，那场瘟疫真的起源于人口贩卖窝点，那么当时的调查理应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然而在当年的记录中，那个地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西奥多意识到，这意味着甚至连所谓的瘟疫起源地都可能是伪造的。他再次下达命令，同时调查大祭司那边，那里可能有一个秘密金库。艾萨克显得十分惊讶，什么？您直到几年前都在调查大祭司，但当时一无所获，所以您不是已经下令停止调查了吗？西奥多的手猛地按在桌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没错，那是事实。他沉默片刻，眼神变得深邃。但是现在情况变了，但是那是请求合作时应有的礼仪。西奥多脑海中浮现出多罗西的样子，他的眼神中没有任何犹豫。虽然无法保证那个女人所相信的就是事实，她也可能只是在把谎言当成真理来坚持。然而奇怪的是，我总觉得她的话是真的，连我自己都不理解这种感觉。西奥多抬起手遮住额头，先继续调查吧。几天后，大神殿的尖塔矗立在阳光下，一声尖叫打破了宁静。啊！多罗西惊呼一声，身体突然腾空而起。阿加莎大人！他悬浮在半空中，惊讶地看着下方的阿加莎。您什么时候能把我举到这么高了？阿加莎在下方挥动着手臂，看来我的力量恢复了不少。这种高度，我甚至能坚持5分钟以上。5分钟，多罗西的双脚重新落回地面。看到您的力量正在顺利恢复，真是太好了。确实如此，阿加莎点了点头。不过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多罗西神情变得严肃，买断报社。在这个时代，工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铁路与蒸汽机车已经出现，报纸一旦印发，最多1周就能传遍整个帝国，其影响力不容小觑。而这些报社大多都在大祭司的幕后掌控之下。多罗西回想起自己刚作为圣女露面时的情景，当时的报纸上几乎全是大祭司的消息。如果我想以圣女的身份更广泛的传播名声，买断报社是必经之路。虽然这个词听起来有点直接，多罗西握紧拳头，眼神中透着志在必得。阿加莎凑了过来，多罗西，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调查了那些有影响力的报社老板，他列举着名字：帝国晨报、皇室日报，但是我没能发现他们有什么明显的弱点，除了用钱收买，似乎没有别的办法了。多罗西开始在心中盘算，既然现在不能再靠算命赚外快，我手里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而且作为圣女，我也没有多少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多罗西猛地抬起头，那要不要最后再干一票大的？梭哈！阿加莎沉默了片刻，绝对不行。如果你现在这么做，万一消息传出去，你的名声就彻底毁了。多罗西看着阿加莎激动的样子，阿加莎大人，您刚才是不是差点就心动了？多罗西在走廊里，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回荡。我该怎么办呢？让报社成为我的盟友，不仅是为了巩固圣女的地位，也是为了向西奥多证明我的价值。我需要一个决定性的契机。多罗西停下脚步，发出疑惑的声音。在走廊尽头，一个瘦小的身影正四处张望。那是一个看起来有些迷茫的小男孩，脸上还贴着创可贴，正局促地抓着自己的衣角。多罗西愣住了，一个孩子？为什么这种地方会有孩子？多罗西，一个声音突然响起。多罗西猛地转过头，霍尔特。霍尔特漂浮在半空中，神情显得异常焦急。求你了，帮帮那个孩子。阿加莎看着眼前的神灵，霍尔特，我没想到你会亲自出来请求。霍尔特看向身旁的阿加莎，是的，稍后我会解释细节。多罗西陷入沉思，他不是保护孩子的神吗？多罗西看向前方，好吧，我现在明白了，我不完全确定，但他这样做一定有原因。多罗西走向前，一个男孩站在那里。你好。多罗西弯下腰，你是谁？男孩抬起头，啊！多罗西看着男孩，多罗西看着眼前的孩子，他看起来糟透了，难道一直流浪在街头吗？男孩显得有些局促，我的名字是亨利。多罗西想起最近的局势，虽然建立了针对流浪者的救济计划，并开始分发食物，但似乎仍有无法触及的角落。多罗西看向亨利，是什么让你大老远跑到这里来的？亨利低下头，我听说神殿在分发物资，我也是帝国的公民，所以想来领一些。多罗西点点头，我明白了，我会帮你的，跟我来吧。亨利跟在多罗西身后，肚子发出了饥饿的叫声。多罗西停下脚步，他太瘦了，首先我得让他吃点东西。亨利看着眼前的食物，睁大了眼睛，露出惊讶的神情。亨利看着满桌的食物，我真的可以吃掉所有这些吗？多罗西露出微笑，当然可以，毕竟我在这里可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看着亨利大口吃东西的样子，多罗西感到很欣慰。通常情况下，大圣堂的餐厅是不允许外人进入的，但谁让我是圣女呢？2名神职人员走过餐厅，他们看向正在用餐的亨利，却又随即收回目光。多罗西真切地感受到了拥有权力的好处。过了一会儿，桌上的盘子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亨利放下餐具，真是太好吃了。他有些局促地看向多罗西，谢谢您。那个剩下的食物我可以带走吗？多罗西有些意外，为什么要带走？亨利绞着手指，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在等着我，我们都住在一起，如果我能带食物回去，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多罗西看着亨利，朋友？是的，我们住在一起。多罗西陷入了沉思，这些孩子是聚在一起生活吗？听起来他们似乎都没有父母。虽然购买报社的事情很紧急，但我不能就这样视而不见，我不想对这些孩子置之不理。多罗西挽起袖子，没问题，亨利，我们也给你的朋友们带上足够的食物吧。这些东西很重，我会帮你一起搬的。多罗西和亨利抱着沉重的木箱，穿过树影斑驳的小径，走向城郊偏僻的角落。亨利跑在前面，脚步轻快。他们来到一处破旧的木屋前，亨利兴奋地大喊：利奇、盖尔、克里斯，我回来了！木门吱呀一声开了，几个孩子探出头来。亨利，真的是亨利！一个红发女孩冲了出来，你这个笨蛋，怎么能一言不发就消失了？亨利有些委屈，我留了纸条的。女孩气呼呼地反驳，我不是说过我们看不懂你的字吗？亨利赶紧指向身后的木箱，利奇，快看，我从神殿带回了食物和补给品。利奇愣住了，看着满满一箱物资，什么？救济粮不是后天才开始发放吗？你是怎么弄到这些的？亨利低下头，可是大家都太饿了。利奇猛地抬起头，注意到了站在亨利身后的多罗西，他瞪大眼睛，神情瞬间变得惊恐。多罗西愣在原地，还没来得及反应，利奇一把抓住亨利的手臂，用力将他往屋里拽，快进来，快点！屋内的孩子们乱作一团。是大人，有个大人来了！利奇冲着亨利大喊，亨利，你疯了吗？你竟然带了个大人到这里来！快关门，快！沉重的木门在多罗西面前重重关上，发出巨大的声响。多罗西抱着木箱站在门外，有些不知所措，为什么他们会这样？霍尔特出现在多罗西身边，多罗西，这些孩子是从孤儿院逃出来的，他们在那里遭受了虐待。多罗西转过头，什么？霍尔特看着紧闭的房门，直到现在，我也只能在一旁看着他们。但随着我的神力恢复，我引导了亨利，那个拥有最纯净灵魂的孩子，让他找到了你。霍尔特看向多罗西，多罗西，请救救这些孩子吧，他们被抛弃了，无依无靠。多罗西睁大眼睛，霍尔特一直在守护这些孩子吗？
听到这些，让他更想伸出援手。多罗西迈开脚步，走向那扇紧闭的木门。他站在门前，轻声开口：“大家好，我是圣女多罗西，你们听说过我吗？”门后传出孩子们的窃窃私语：“圣女多罗西，就是最近大家都在传的那个人吗？”利奇尖锐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骗子！圣女怎么会来这种地方？我不相信大人，快走开！”亨利小声辩解：“利奇，那位女士人很好。”多罗西站在门外，那个女孩是叫利奇吗？只要她还带着头，我就没法给他们分发食物。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出来吗？多罗西灵光一现，有了！维斯塔大人！维斯塔凭空出现，多罗西，你在叫我吗？多罗西看向维斯塔，维斯塔大人，我需要你的帮助。维斯塔飞到多罗西面前，多罗西指着紧闭的木屋，请帮我让那些孩子出来。如果借用维斯塔的力量来加热食物，散发出的香味，或许能把孩子们引诱出来，值得一试。现在只能尝试任何办法了。多罗西在林间的空地上铺开餐巾，摆满丰盛的食物。维斯塔和霍尔特在一旁注视着。多罗西伸出双手，掌心燃起火焰。虽然通过人类的身体控制神力依然很困难，但火焰还是升腾而起。多罗西集中精神，火焰包裹住他的双臂，热气开始在空地上弥漫。车夫惊讶地看着这一幕，是圣女，这是神迹！多罗西看着被加热的食物，成功了。虽然控制起来很吃力，但确实起作用了。维斯塔拍着手，多罗西的身体真是一个完美的容器，太棒了！多罗西露出尴尬的笑容，谢谢夸奖。比起什么完美的容器，我更想当一个普通人。火焰在锅底跳跃，发出滋滋的声响，浓郁的香气随着热气四散开来，烤肉和浓汤的味道在林间弥漫。多罗西看向木屋的方向，大声喊道：“各位，觉得怎么样？闻起来是不是很香？快出来吧！”木屋里一片寂静，多罗西有些忐忑地注视着那扇紧闭的门，烟雾缭绕在屋顶，门缝里传出细微的声响，好香啊！木门缓缓开启，一道缝隙中透出光亮，孩子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利奇在后面焦急地阻拦：“等一下，别去，不准去！但我好饿，我也是！”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冲出大门，奔向空地上的食物。多罗西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围坐在餐巾旁大快朵颐。亨利和伙伴们抓起面包和肉，拼命往嘴里塞。多罗西露出微笑：“大家慢点吃，别吃太快，不然会肚子疼的。慢慢来。”利奇依然站在木屋门口，警惕地盯着多罗西：“你到底是谁？你现在表现得这么好，是为了以后伤害我们吗？我知道你们这种人是怎么想的。”多罗西看向利奇，他拿起一块面包，走向那个倔强的女孩。利奇，让我重新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圣女多罗西。我不相信你。利奇往后退了一步，你的目的是什么？人口贩卖吗？还是要把我们抓走，让我们去街上乞讨？利奇大声喊叫着，最好别再靠近了。多罗西停下脚步，看着利奇充满敌意的样子，他感到一阵心酸。我只是想让你们吃一顿像样的饭，我一个字也不信。利奇猛地挥手，你肯定用了什么诡计才点燃那团火的。多罗西拿着面包，利奇，别叫我的名字。利奇大声尖叫，声音在林间回荡。多罗西，那个孩子，利奇。霍尔特和阿加莎漂浮在半空，多罗西看向他们。是的，看到他在这个年纪就如此戒备，一定经历了长久的痛苦。确实如此，但那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阿加莎看向利奇，那个女孩不是平民。多罗西愣住了，她是贵族家庭失散的孩子，而且不是普通的家族，是四大公爵家族之一贝拉尔迪家族。这个孩子被一个贵族家庭遗弃了，他是帝国四大公爵家族之一贝拉尔迪家族的成员。利奇站在那里，什么？贝拉尔迪家族被誉为贵族中的贵族，为什么这样一个名门望族的孩子会流落到孤儿院？多罗西陷入沉思，如果能帮到利奇，一定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多罗西看向利奇，但即便没有那些奖赏，我也想帮这个孩子。利奇突然大喊：“我不会被骗的，大人全都是骗子！”阿加莎和守护灵们围在多罗西身边。多罗西看向利奇：“你不相信我是圣女吗？也许这个能让你信服。”多罗西伸出手，光芒开始汇聚。利奇惊呼出声，他的双脚离开地面，身体悬浮在半空中。多罗西站在利奇面前，利奇瞪大眼睛，难以置信：“你真的是圣女？”多罗西看向利奇，眼见为实，我一直在告诉你真相，我是多罗西，神殿的圣女。多罗西拿着面包走向利奇，我知道这世上有许多坏大人，但为什么不试着最后再相信一次？利奇慢慢落在地上，圣女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多罗西伸出手，是霍尔特大人让我来帮你的。多罗西伸出手，将利奇紧紧搂在怀里，这也是我的愿望。利奇靠在多罗西肩头，眼眶湿润，大人肯定对我们这种孩子没兴趣吧？多罗西闭上眼，轻声回应，是吗？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获得幸福。多罗西拿起面包，来，先尝尝这个，没有毒的，我先吃一口给你看。利奇接过面包，谢谢你。多罗西看着利奇开始吃东西，虽然经历了不少波折，但总算赢得了利奇的信任。现在剩下的就是多罗西推开神殿大门，利奇和其他孩子紧跟在他身后，他们怯生生地躲在多罗西裙摆后，打量着宏伟的殿堂。两名祭司迎面走来，看到这一幕惊愕不已。圣女大人，这些孩子是？多罗西看向他们，从现在起，神殿会负责照顾这些孩子。祭司们面露难色，可是圣女大人，如果您带这么多孩子回来，大祭司他肯定会。多罗西打断了他们，神殿本就是为穷人、迷路者、病患和孤儿提供庇护的地方，难道不是吗？他盯着眼前的祭司，还是说你们更希望我把你们的秘密也一并揭露出来？祭司吓得浑身一颤，冷汗直流。我这就带他们进去。多罗西看着祭司领走孩子们，转身走向长廊。反正神殿里空房间多的是，
多罗西推开房门，走向巨大的衣橱，里面整齐地挂满了白色的礼服，每一件都带着神圣的气息。这些是大祭司专门为我准备的衣服。多罗西看着这些衣服，大祭司大概是想把圣女这个身份刻进每个人的脑子里。不过这些衣服确实有他们的用处。多罗西在衣橱里翻找，拿出一件礼服，这件应该可以。他看着手中的衣服，很好，我要用这个去寻找利奇的父母。多罗西将选好的衣服放进提包，现在去拿我需要的东西。帝国4大公爵家族之一贝拉尔迪家族的府邸，凯登坐在书桌前，处理着堆积如山的公文。他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贝拉尔迪公爵夫人坐在桌前，扶着额头，视线和判断力都在衰退。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行动也变得愈发艰难。他看着桌上的卷轴，也许真的到了该退位的时候。如果当年没有发生那件事，我就不必像现在这样忧虑了。敲门声响起，公爵夫人头也不抬进来。管家推开门，神色慌张：“夫人，圣女大人亲自来到府邸见您。”公爵夫人猛地抬起头：“圣女。”多罗西走在公爵府的长廊上，脚步声在空旷的建筑中回响。公爵夫人快步走向长廊，真的是报纸上提到的那位圣女。管家紧跟在后，虽然我没见过她的真容，但无论谁看，那位访客毫无疑问就是圣女。公爵夫人停下脚步，简直荒谬。大门推开，多罗西站在门后，这种气息，这种光芒。公爵夫人屏住呼吸，她绝对就是圣女。多罗西双手交叠在胸前，微微低头，请原谅我的突然造访。公爵夫人看着眼前的少女，圣女大人为何会亲自来到这里？多罗西看向他，虽然有些冒昧，但我受神之感召而来。公爵夫人愣在原地，受神之感召？难道我们家族真的要迎来圣女的预言吗？公爵夫人捂住胸口，您的到来让这寒舍蓬荜生辉，我真是太高兴了，快请进。他转头看向管家，管家立刻去准备一切。管家低头行礼，遵命夫人。多罗西站在光芒中，公爵夫人和管家被这景象震慑。多罗西抬起手遮住嘴唇，看来欧佛洛序涅的加护起作用了。维斯塔，8位守护神之一的美之女神，她出现在多罗西身边，在繁花中飞舞。多罗西看着眼前的景象，我的力量还没完全恢复，他竟然给了我这么强的加持，早知道就早点拜托他了。多罗西在心中呼唤：阿加莎大人，大祭司现在在做什么？绝不能让他知道我离开了神殿。阿加莎出现在半空中，别担心，他现在出门了，不在神殿里。多罗西松了一口气，那太好了，要是被他发现，肯定又要审问我了。多罗西独自前行出神殿，没有乘坐圣女专属的马车。他原本担心证明身份会有些棘手，但美之女神维斯塔的加护让一切变得顺利。公爵夫人亲自端上茶水，招待不周，还请见谅。圣女大人是否有感到不适的地方？多罗西坐在沙发上，不，感谢您愿意接待我这不速之客。公爵夫人向前倾身，您刚才提到是受神之感召而来，神灵究竟向您传达了什么？多罗西放下茶杯，双手交叠在胸前。神灵说，公爵夫人正深陷于悲痛之中，并指引我来帮助您。公爵夫人捂住嘴，天哪，神灵真的在注视着我们。多罗西看着对方感动的样子，心中暗自思忖，果然，共情和安慰悲伤的人是说服对方的基础。虽然听起来像骗子的手段，但我确实是来做好事的。多罗西看向公爵夫人，夫人，您正在为继承人的事情忧虑，对吗？公爵夫人垂下眼帘，是的，没错，继承权的问题确实让我陷入了困境。神灵真的知晓一切。门外传来脚步声，大门被推开。母亲，公爵夫人猛地站起身。多罗西转过头，看向出现在门口的男人，我告诉过您了，我要放弃继承人的位置。公爵夫人看着他，凯登。多罗西盯着眼前的男人，没错，就是他，凯登少爷。他是贝拉尔迪家族的次子，也是利奇的亲生父亲。通常情况下，帝国贵族的长子会继承爵位，但贝拉尔迪家的长子是个无可救药的无赖，因此公爵无法让长子成为继承人。优秀的次子凯登自然成为了继承人选。正因如此，贝拉尔迪家族内部每天都在上演权力斗争。8年前，就在凯登即将被确认为下一任家主时，他那些走投无路的兄弟们绑架了凯登刚出生的女儿，他们绑架了利奇，企图以此作为筹码勒索公爵领。然而，就在那些兄弟为了谁来负责看管侄女而争执不休时，襁褓中的孩子竟在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凯登和妻子随后开始了疯狂的搜寻，但最终一无所获。碍于公爵家的名声，他们无法对外公开这起绑架案。贝拉尔迪家族最终对外宣布，那个孩子因身体虚弱不幸夭折。凯登的妻子因遭受巨大的打击而卧病在床，凯登本人也从此深居简出，甚至有传言说他已经彻底疯了。他们并不知道，那个孩子其实还活着。多罗西看向远方，这对利奇和凯登阁下来说，一定是一段极其痛苦的时光。虽然已经迟了，但为了他们两个，我必须让他们父女重逢。多罗西握紧双手，虽然神灵所言非虚，但在没有亲子鉴定的时代，仅仅把利奇带到他面前是行不通的。我必须在气势上压倒他。公爵夫人坐在沙发上，看向走进房间的儿子凯登，过来这里。这位小姐说她是来照顾我们家族的。凯登停下脚步，母亲。多罗西观察着眼前的男人，这大概就是公爵夫人担心继承权的原因。公爵希望次子成为家主，但目前的形势并不乐观。多罗西看向凯登，小爵爷，请相信我。凯登露出疑惑的神情，你说什么？多罗西直视着他的眼睛，虽然只是片刻，但我能预知未来。您知道什么是占卜吗？多罗西露出微笑，伸出一根手指，就让我久违的展示一下本事吧。
他拿起了占卜用的铃铛。多罗西抓起五彩的旗帜，摇动手中的精灵，铃声在房间内回荡。他闭上双眼，随着节奏舞动。凯登和公爵夫人露出惊愕的神情，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仪式。凯登看着眼前的多罗西，既然提到了占卜，我原以为他会像普通的祭司那样祈祷，难道能直接听到神灵声音的圣女？接收启示的方式也如此独特吗？多罗西停下动作，将折叠的旗帜递到凯登面前。神灵正注视着贝拉尔迪家的次子，他直视着凯登，请您抽出一面旗帜。凯登伸出手，好的，没问题。凯登从多罗西手中抽出一面旗帜，是蓝色的，这是什么意思？多罗西看向前方，根据我的预见，公爵家丢失了一样东西，一样非常珍贵的东西。凯登和公爵夫人猛地僵住，难以置信的对视。多罗西继续说道：“这意味着一场悲剧降临了您的家族。”凯登咬紧牙关，握住旗帜的手指因用力而颤抖。这种事并不难打听出来吧？看来你听说我女儿死讯的时间有点晚了。他猛地站起身，愤怒地看向多罗西：“你想用这种事来搅乱公爵家吗？”不，多罗西平静地打断了他：“那个孩子还活着。”凯登愣在原地，神情凝固。多罗西直视着他的双眼，神灵揭示的并不是死亡，而是失踪。凯登倒吸一口凉气：“什么？”凯登背对着多罗西：“那么你的意思是，我的孩子还活在某个地方吗？”他猛地转过身，用手紧捂住嘴，泪水夺眶而出，喉咙里发出破碎的呜咽。多罗西看向他：“是的，神灵从不撒谎。”凯登踉跄着上前：“怎么会这样？圣女大人！”他一把抓住多罗西的手臂：“我该去哪里？去哪里才能见到我的孩子？”多罗西沉默片刻，关于那个地方。凯登独自走在夜晚的林间，脚步声在寂静中回响。他来到一处水边，月光映照着流动的河水。多罗西的声音在他脑海中浮现：“我看到了一段小河，还有一座窄窄的石桥。我不熟悉京城的地理，但城西是否有这样一条河？”公爵夫人神情凝重：“城西确实有一条溪流。儿童之神霍尔特最喜欢月光下的夜晚。你们听过那个传说吗？在满月之夜，他会降临人间，与孩子们一同起舞。”多罗西看向凯登：“给我这个启示的正是霍尔特大人。在满月之夜前往西边的河流吧，在那里您会找到真爱的孩子。”凯登站在河岸边，月亮高悬在夜空，已经过去2-3个小时了吗？时间越来越晚，他看向平静的水面。我的孩子怎么可能出现在这种地方？他伸出手，仿佛想要触碰虚空。朱丽叶，那是他为女儿取的名字，却几乎没有机会亲口呼唤。我好想你。凯登低下头，紧紧攥住胸口的衣襟。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大叔！”凯登猛地睁大眼睛，转过身去。一个孩子站在那里，男孩戴着尖尖的法师帽，手里拿着发光的星星法杖，是个孩子。男孩看向凯登：“那个，打扰一下，请问您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从这里经过？”凯登眼中的光亮熄灭了。也对，当然没有。他看向男孩：“我一直待在这里，但没看到任何女孩经过。”凯登垂下眼帘，寻找她果然不会这么容易。我应该现在放弃，先回去吧。亨利，一个清脆的声音划破寂静。利奇跑了过来：“你怎么跑到了这么远的地方？要是没有我，你该怎么办？”利奇一把拉住亨利。凯登愣在原地，看着眼前的女孩。啊，利奇！凯登看着眼前的女孩，她有着和妻子一模一样的眼睛。难道这个孩子就是？利奇猛地睁大眼睛，发现面前站着一个陌生男人。他立刻拉住亨利，向后退去。天啊，是个大人！快过来！凯登急忙上前一步：“等等，孩子，请等一下。”利奇露出警惕的神情。凯登停下脚步，语气急促：“请等一下，我有话想问你。我不是奇怪的人，我是贵族，我可以证明我的身份。”利奇拉着亨利继续后退：“那意味着你犯罪会更容易。”凯登看着利奇，离得越近，他看起来就越像自己的妻子。他放缓了语气：“我明白了，我不会再靠近了，所以请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话？”利奇停下脚步：“好吧，但我只听你说。”凯登握紧拳头：“我有一个珍贵的女儿，在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因为一些坏人而失踪了。”失踪？是的，我找了她整整8年，但最后还是没能找到她。利奇低下头：“我也没见过爸爸妈妈，而且我今年正好8岁。那个女孩和我一样吗？”凯登看着眼前的利奇：“你听过那句话吗？父母一眼就能认出自己的孩子。”他露出微笑：“我以前觉得那只是句蠢话，但现在我终于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了。”利奇转过身，看向身后的亨利：“那是什么意思？”凯登注视着利奇：“利奇，那意味着你就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朱丽叶。”利奇愣在原地，泪水夺眶而出，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的男人。凯登泪流满面，却露出了微笑：“我可以抱抱你吗？”利奇抬起头：“我真的是你的女儿吗？你没有抛弃我吗？”凯登摇了摇头：“那不可能，我一直都在等着见你。”月光照在空地上，凯登向利奇伸出手：“过来吧，我的孩子。”凯登紧紧抱住利奇：“朱丽叶，神明真的把你还给了我们。”利奇靠在他的肩头，眼眶湿润。凯登跪在地上，双臂用力收紧，仿佛要将失去的时间全部补回。多罗西站在远处的树丛后，看着重逢的父女，一切都很顺利，不是吗？霍尔特漂浮在半空中，点了点头：“是的，真是太好了。”多罗西看向夜空，在首都的西边，每逢满月都会开启夜市。他带着孩子们来到这里，利用霍尔特的力量引导他们，直到遇见一直在这里等待的凯登。谢谢你，多罗西，多亏了你。多罗西看向霍尔特：“不，我只是传达了您的口信，霍尔特大人。”霍尔特摇了摇头：“正是因为有你，这个口信才能传达出去。他也想让其他的孩子与父母团聚。”霍尔特垂下眼帘：“如果我的力量能再强一点就好了，那样我就能亲自引导更多的孩子
回到父母身边。在多罗西原本的世界里，神灵只会降下神圣的病痛与苦难。他想起曾经在狭窄房间里独自忍受痛苦的记忆。多罗西沉默地看着他。这个世界的众神对人类的关怀远超他的想象。对于不需要进食也不会受伤的神灵来说，烹饪技巧或治愈能力本该毫无用处，但这些守护神却真心想要保护人类。多罗西看向远方，当一切尘埃落定，他静静注视着那对重逢的父女，以及在空中守护着他们的神灵。如果我希望切断与神灵的联系，他们会怎么想呢？多罗西看着眼前的箱子，请先收下这个。箱子被打开，里面装满了金条和宝石。多罗西连连摆手，不，没关系的，我做这些并不是为了报酬。霍尔特在一旁惊叹，哇，这些值多少钱啊？凯登看着多罗西，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但我没有别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多罗西依然拒绝，这让我很困扰。凯登大人，凯登想了想，那么至少请收下这个。他递过一个小巧的饰品盒，多罗西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条精致的手链，这是。凯登解释道：“这是在帝国最高峰被扎山脉发现的矿石，据说只要把它带在身边，自然之灵就会保护你。”凯登看向多罗西，这并不是什么昂贵的礼物，请安心收下吧。多罗西迟疑地接过盒子，那我就收下了，谢谢您。他看着手中的手链，总觉得这件饰品散发着一种奇妙的吸引力。收下这样的东西真的没关系吗？阿加莎凑到近前，那种矿石里蕴含着精灵的力量。多罗西有些意外，精灵的力量？霍尔特解释道：“记得我以前说过吗？自然万物中都寄宿着精灵的力量。”多罗西看着手链，这听起来就像是某种健康手环。阿加莎继续说道：“放心吧，它对你没有任何危害，只是会给佩戴者带来微弱的生命力，而且这种特定的精灵能量与你非常契合。”多罗西将手链戴在手腕上，既然如此，只要戴着它，应该多少能获得一些活力和力量吧。姐姐，多罗西转过头，凯登也随之看去。丽奇推开门跑了进来，丽奇跑向多罗西，姐姐，我好想你，你过得好吗？多罗西微笑着看向他，我通常都在神殿里，如果你或者你的伙伴们想见我，随时都可以去神殿找我。丽奇用力点头，好的，我一定会去的。凯登看向丽奇，我知道见到圣女大人你很高兴，但能不能请你去看看你的母亲？丽奇停下动作，凯登弯下腰，你母亲身体不适，现在还没法独自下床，如果你能去看看她，她一定会非常开心的。丽奇愣了一下，随后大声回应，好的，我现在就去。父亲。他转身跑向门口，凯登看着女儿离开的背影，直到房门关上，他转过身看向多罗西，请原谅我的失礼，圣女大人，关于丽奇，还有一件事我想听听您的建议。多罗西有些疑惑，是什么事？凯登垂下眼帘，虽然丽奇能回来我感激不尽，但现在的问题是他的那些哥哥们。凯登看着杯中的茶水，他们可能会再次威胁到丽奇，既然他曾被宣告死亡，关于继承权正统性的丑闻必然会爆发，我担心报纸会为了博取眼球而夸大事实，从而伤害到丽奇。多罗西陷入沉思，等等，这对我来说难道不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吗？凯登大人，有我在，还有什么好担心的？这一次，让我们再次寻求神明的指引吧。几天后，报纸头条刊登了醒目的消息：贝拉尔迪家族终结了。关于继承人的不确定性，凯登大人宣布他的亲生女儿尚在人世。多罗西拿着报纸，一切进展顺利，真是太好了。凯登大人的手腕确实令人钦佩，不是吗？时间回到几天前，多罗西站在宏伟的宅邸内，凯登有些惊讶地看着他：“您想让我买下一家报社？”是的，神明说现在正是反击的时候。多罗西看向凯登，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所以请买下那家报社，向世人揭露你兄弟们的恶行，不必担心家族的丑闻会被曝光，相反，你会成为那个勇敢揭开真相、铲除腐朽的英雄。凯登陷入沉思，报社吗？有合适的选择吗？多罗西露出微笑，有的，帝国晨报。凭借着公爵家族雄厚的财力，凯登迅速收购了这家报社。在彻底揭露了兄弟们的罪行后，他公开宣布丽奇就是他的亲生女儿。随着一切重归原位，公爵家族内部残酷的继承权之争终于画上了句号。作为对这一切的回报，报社开始大量刊登关于圣女与神明的文章。多罗西看着手中的报纸，虽然他无法亲自出面买下报社，但凯登履行了他的诺言，他会一直守护着这份属于圣女的舆论阵地。最终，我获得了一个可靠的盟友，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多罗西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信件，我该拿这些怎么办？凯登在报纸头版下方为他开辟了一个特别专栏“圣女的早晨”，这个板块专门收集并分享关于圣女的感人故事，民众们纷纷投稿，讲述自己经历过的神迹。圣女传达了我祖母的遗言，她让我和未婚夫分手，结果我发现那个人真的是个罪犯。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对神灵和圣女的信仰被重新唤起。多罗西对此表示赞同。然而，皇太后的目光却一天比一天冷酷。多罗西从未想过自己会被如此多的粉丝来信淹没。他最初的愿望仅仅是……多罗西握紧拳头，不，这依然是个好兆头。局势正缓慢地向有利于他的方向转变。多罗西站在繁花之中，露出微笑。你做得很好，多罗西。与此同时，在皇宫内，西奥多坐在桌前，手中拿着一份报纸。帝国晨报的编辑立场发生了很大变化。艾萨克微微躬身，是的，陛下是指那家揭露了贝拉尔迪家族丑闻的报纸吗？他们现在正积极发表文章，保护那位刚刚找回的女儿。西奥多翻动着报纸，贝拉尔迪家族拥有的财富足以买下整个帝国晨报。他放下报纸，贝拉尔迪，我明白了。失踪8年的女儿突然归来，
而在那家被买下的报纸上，关于圣女的正向报道接连不断的出现，这绝非巧合。西奥多陷入沉思。从第一次见到多罗西时起，他就发现这个女孩比看起来要大胆得多。他想起两人初次见面的场景，多罗西撞进他的怀里，抬头看向他，西奥多嘴角露出一抹笑意。很快，阿兰德侯爵夫人的生日宴会就要举行了。既然我的那位姑姑对圣女如此痴迷，她一定会发出邀请函。他看向窗外，期待着下一次的见面。阿兰德侯爵夫人的生日宴会如期而至，宏伟的白色礼堂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庄重，宾客们早已齐聚一堂，窃窃私语声在华丽的吊灯下起伏。你听说了吗？神谕今天也会参加这场宴会。另一位宾客露出惊讶的神情。神谕？他什么时候到？我听说侯爵夫人会和他一起入场。随着侍从的宣告声响起，喧闹的礼堂瞬间安静下来。阿兰德侯爵夫人将与神谕一同入场。大门缓缓开启，金色的发丝在空气中轻盈飘动。多罗西牵着侯爵夫人的手，步入众人的视线。她面带微笑，明亮的双眸透着灵动，华丽的礼服衬托出她非凡的气质。人群中爆发出一阵低声的惊叹：“那是神谕吗？天哪，她真美！”多罗西在心中默默数着节拍，1、2、3，她保持着完美的仪态，感受着周围投来的目光。多罗西万岁！赞美声此起彼伏，人们注视着这位被美之祝福眷顾的少女。她的存在本身似乎就是神迹依然活跃的证明。多罗西环视四周，西奥多还没到。如果他在附近，我与精灵的感应以及祝福的力量就会消失。现在感应还在，说明他还没出现。多罗西收回目光，很好，在他出现之前，我会按计划开始社交。根据阿加莎告诉我的信息，多亏了最近的茶话会和神谕之城专栏，贵族们一直在向圣所发送邀请函，希望能与我建立私人联系。无数信件在空中交错，那是来自各方的渴求，但大祭司一直没有把这些邀请函交给我。他背对着众人，站在阴影中，私自扣留了那些属于我的机会。阿加莎面带温和的微笑，站在多罗西身边。然而大祭司却代替我参加了那些聚会，利用这些机会建立他自己与贵族的关系。多罗西握紧拳头，眼神变得坚定。如果我今天在这样的大型社交场合露面，今后就会收到更多有影响力的贵族发来的邀请。只要今天的计划顺利进行，大祭司就再也无法拦截我的邀请函了。阿加莎看向宾客们，真诚地感谢各位的光临。阿加莎面带微笑，环视着宴会厅内的宾客。虽然这只是一场简陋的宴会，但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这里度过愉快的时光。他侧过身，向众人引荐身边的少女。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帝国的神谕，请大家把她当做另一位尊贵的客人，尽管与她交谈吧。人群瞬间沸腾了，神谕！大家欢呼着围拢过来。多罗西站在人群中心，被热情的宾客们簇拥着。能亲眼见到您真是太荣幸了，您真美，简直像在发光一样。多罗西感到有些局促，他微微低头，谢谢你们这么说，能见到大家我也很高兴。他抬起手，指尖轻轻托着脸颊，神情透着一丝羞涩。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宴会，原本我以为会很可怕，但大家都这么热情友善。第一次参加宴会，宾客们发出了心疼的惊叹。天哪，您之前一定过得很辛苦，让我来帮您。不，让我来。我是伯顿家族的。多罗西看着争先恐后想要献殷勤的贵族们，大家真的太友善了。他在心中暗自感叹，虽然多罗西万岁这种话听起来很受用，但这种效果似乎有点太强烈了。宴会渐入佳境，多罗西坐在一张圆桌旁，与几位年轻的贵族交谈。桌上摆满了精致的甜点和饮品，能像这样和大家聊天，真是太愉快了。我以前一直待在大圣所里，完全不知道外面竟然这么有趣。坐在对面的女孩惊讶地捂住嘴，天哪，您甚至没有游览过首都吗？多罗西有些局促地笑了笑，我一直忙于圣所的工作，还没机会好好看看首都。坐在对面的贵族小姐露出遗憾的神情，您竟然没见过首都，真是太可惜了。那维冰湖呢？从我们领地坐马车只要1个小时就能到。戈登微笑着打断了他，那太远了，如果您不介意，戈登伯爵领地的私人湖泊随时欢迎您，我们非常荣幸能招待您。多罗西露出惊讶又感动的神情，您真的愿意为我做到这种程度吗？那么如果我接受邀请，可以吗？戈登挺直脊背，当然，这是戈登家族的荣幸。哎呀，一个清冷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我真没想到神谕大人竟然对邀请如此开放。多罗西转过头，维多利亚正站在不远处，嘴角带着一抹玩味的笑意。我听说您之前无视了不少邀请，怎么现在改变主意了吗？多罗西愣住了，他注视着维多利亚，心中却涌起一阵狂喜。太好了，终于找到了。大祭司总是随手扔掉那些他认为微不足道的家族发来的邀请函。多罗西看着维多利亚，他知道这场宴会上一定会有这样一个人，一个因为被无视而心怀怨恨的人。多罗西看向眼前的少女维多利亚，汉森小姐，是吗？维多利亚愣在原地，神情显得有些惊讶。多罗西露出困惑的神情，你说我无视了邀请，但我从未收到过任何邀请函。事实上，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我今天都是第一次见到。宴会厅内响起一阵细碎的议论声，宾客们面面相觑。既然你提到了，我们家族之前也送过一份，我们也是，因为一直没有收到回复，我们还以为大圣所的工作太忙了。不，各位，多罗西猛地站起身，我真的从未收到过那些信件。他环视四周，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你们是把信件直接寄往大圣所，指明交给我的，对吗？维多利亚走上前，语气坚定，是的，我的随从亲自送过去的。我叮嘱他一定要在大圣所交给神谕大人，而且
我确认过。他把信交给了大祭司的助手。维多利亚转过身，目光直视着不远处的大祭司。大祭司，我说的没错吧？大祭司站在人群边缘，神情冷峻，面对众人的注视，他始终保持着沉默，没有回答。大祭司微微蹙眉，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悦。他迈开步子，走向人群中心。我很抱歉，那名助手是新来的，看来是他自作主张处理了这些信件。大祭司停在维多利亚面前，神情显得有些无奈。我曾发现他在翻动我的抽屉，但我给了他一次悔改的机会。显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我的疏忽。汉森小姐，请接受我诚挚的歉意。维多利亚愣住了，面对大祭司如此低姿态的道歉，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既然您都这么说了，不应该是我为刚才的误解向您道歉。多罗西在一旁静静看着，心中暗自警惕，如果让大祭司就这样掌控了局面，我今天的努力就白费了。不，多罗西突然出声，打断了两人。他快步走向维多利亚，汉森小姐，能不能请你再给我发一次邀请函？维多利亚惊讶地睁大眼睛，什么？多罗西伸出手，紧紧握住维多利亚的手。这一次，信件一定会送到我手中的。我很期待能和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多罗西紧紧握住维多利亚的手，你会为我腾出时间的，对吗？维多利亚显得有些慌乱。是，当然。周围响起宾客们轻快的笑声。大祭司站在人群中，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多罗西在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既然我已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许下了承诺，大祭司就再也无法藏起我的邀请函了。大祭司沉默地注视着他，眼神冰冷而深邃。宴会稍歇，多罗西独自来到露台，长舒了一口气。呼，他靠在栏杆上，看着远处的景色。现在的我，在别人眼里，只是一个沉浸在成功中的普通女孩，一个对贵族社会一无所知，甚至连邀请函这个词都感到陌生的女孩。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仿佛在操控着无形的丝线。一个对大祭司的阴谋毫无察觉，没有任何怀疑的女孩。目前，我唯一能利用的武器就是舆论。多罗西闭上眼，双手合十放在胸前，总是要用这种迂回的方式，真是让人疲惫。他睁开眼，目光投向远方。现在我只需要等待今天的主角登场。可是他为什么还没来？树丛中突然传来一阵响动，多罗西警觉地转过头。等等，难道他是在找我吗？多罗西顺着响动望去，在繁茂的树影间，一个身影正静静地坐在高处的树干上。西奥多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一只手随意地搭在膝盖上，神情冷淡且带着几分玩味。多罗西停下脚步，仰头看向那个不速之客。西奥多深蓝色的眼眸中没有一丝波澜，他仿佛已经在那里观察了许久，像是在审视一件有趣的玩物。多罗西猛地睁大眼睛，呼吸瞬间凝滞。西奥多，他站在树下，看着那个本该出现在宴会厅中心的人，此刻却避开了所有宾客，独自待在这一片寂静的树影里。多罗西愣在原地，仰头看着树上的男人，一时间有些语塞。那个，你在上面做什么？西奥多平静地解释。建筑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我别无选择，总不能一直挂在阳台上吧。即便如此，你竟然爬到了树上。多罗西露出无奈的神情，心底暗自腹诽。你可是整个帝国的皇帝啊！这家伙的想法果然和我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西奥多轻咳一声，打破了沉默。你迟到了，不是吗？多罗西还没来得及反驳，西奥多已经从树上跃下。早早参加宴会可没什么好事。他稳稳落地，整理了一下华丽的衣襟。不过现在那不是重点。西奥多从高处一跃而下，多罗西惊恐地趴在露台边缘。等等，你要做什么？西奥多在空中调整身姿，神情平静的近乎冷漠。他稳稳落在多罗西面前，距离近的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多罗西吓得闭上眼睛大喊：“不，你不能这样，你会摔下去的！”四周陷入了一瞬间的寂静。多罗西小心翼翼地睁开眼，发现西奥多正蹲在他面前，目光深邃地注视着他。我到底不能做什么？多罗西愣住了，心跳声在耳边清晰可闻。他慌乱地避开视线。不，只是我以为你会摔下去。西奥多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襟，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摔下去？我吗？他看着满脸通红的多罗西，轻轻摇了摇头。你担心的事总是这么奇怪。不在这种情况下，陛下才是那个奇怪的人。多罗西忍不住反驳，正常人可不会像那样从树上跳下来。他深吸一口气，试图让话题回到正轨。那么您为什么要特意避开所有人的视线，单独来见我？西奥多向前迈了一步，皮靴踩在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我已经做好了决定，我是来给你答复的，关于你的那个提议。多罗西屏住呼吸，看着眼前的男人，西奥多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首先，我无法核实你告诉我的那些话是否属实，尤其是关于16年前那场瘟疫的部分。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投向远处的树影。所以我不得不努力追踪任何相关的痕迹。多罗西愣住了，心中泛起一阵酸涩。他当然找不到16年前那场瘟疫的痕迹，西奥多自己一定也心知肚明。可即便如此，他还是采取了行动，这意味着他当时是多么绝望。多罗西看着西奥多的背影，仿佛看到了那个在记忆中挣扎的孤独少年。他感到一阵愧疚，觉得自己揭开了他尘封已久的伤疤。对不起，陛下，他轻声开口。为了这一切，什么？西奥多转过头，目光中带着一丝审视。多罗西支支吾吾地低下头。那个，我是说这件事在很多方面一定让你感到很疲惫。他心中忐忑不安，毕竟在西奥多的认知里，他并不应该知道他的过去。这种突如其来的道歉显得有些突兀。西奥多沉默了片刻，深蓝色的眼眸微微收缩。你为什么要道歉？多罗西抬起头，语气变得急促。因为你为了确认我的话，不得不去经历那些麻烦。如果最后发现一切都是徒劳，
我当然会感到抱歉。西奥多收回视线，那是下属们该担心的工作，你不需要在意。他转过身，正视着多罗西。那么，现在有办法证实当年发生的事情吗？多罗西诚实的摇了摇头。目前我不知道。西奥多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玩味的笑意。既然如此，我就更没有理由和你联手了。什么？多罗西惊叫出声。这不可能！西奥多逼近一步，看着他慌乱的神情。你看起来正在失去信心。如果你想撤回之前的提议，现在还来得及。不，绝对不行！多罗西斩钉截铁的拒绝。西奥多挑了挑眉，那你还有什么筹码？多罗西深吸一口气，直视着他的眼睛。大祭司的秘密金库，我之前说过，只有在我们达成合作后，我才会告诉你他的具体位置。西奥多不置可否的应了一声，没错。多罗西难以置信的看着他，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我合作？西奥多神情冷淡，是艾萨克告诉我，你或许还有点用处。他发现你背着大祭司，私下争取到了贝拉尔迪次子的支持。他微微垂下眼帘，即便如此，我还是无法下定决心。无论是你编造的关于瘟疫的胡言乱语，还是你声称自己并非大祭司傀儡的辩解，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字值得相信。多罗西紧紧盯着他，从现在开始，我会让你相信我的。西奥多看着他，拒绝的干脆利落。不，多罗西愣住了，眼瞳微微颤动。然而，西奥多却在此时靠近了他，低声开口：“我会和你合作，但我不会信任你。”他俯下身，在多罗西耳边轻声说道：“我已经确认过了，和你联手，我不会有任何损失。”西奥多俯视着多罗西，眼神冰冷：“如果你的行为让我后悔今天的决定，我会让你的人生只剩下悔恨，明白了吗？”多罗西愣在原地，瞳孔微微颤动，他随即露出灿烂的笑容，大声回应：“是，陛下，我明白了，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让您失望。”他拍着胸脯保证：“我非常清楚您有多么可怕，所以请放心，我比任何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西奥多沉默地看着他，没有说话。陛下，侍从的声音从露台下方传来：“您真的该回去了，侯爵夫人正在到处找您。”西奥多转过身，看向远处的灯火，确实，时间差不多了。他停下脚步，侧过头看向多罗西：“你现在正处于大祭司的严密监视下，不是吗？我们需要决定下次见面的地点。”多罗西脸上露出一丝尴尬的微笑：“陛下，其实我已经告诉大祭司了。”西奥多皱起眉头：“告诉他什么？”多罗西提起裙摆，在月光下显得有些局促。“我告诉他，我正在试着勾引您。”西奥多愣在原地，脸上写满了困惑。多罗西却显得兴致勃勃，继续解释道：“所以，如果您直接来神殿找我，大祭司只会觉得我的计划成功了，他甚至会为此感到高兴。您也可以亲自过来，或者派马车接我去皇宫，这样我们就能名正言顺的见面了。”他露出灿烂的笑容。“那么，回头见，陛下。”多罗西转身跑开，消失在走廊尽头，留下西奥多独自站在原地。跑出一段距离后，多罗西才停下脚步，大口喘着气。好险，在他动手杀我之前逃掉了。他拍了拍胸口，神情变得凝重。不过，这确实是避开大祭司监视的完美借口。只要西奥多陛下稍微思考一下，一定能明白我的用意。多罗西回到宴会厅，大祭司正神情严肃地看着他。“神谕者大人，您喝了很多酒吗？您看起来比刚才还要疲惫，脸色也很差。”多罗西勉强挤出一个微笑：“是的，我确实有点累了，多亏了侯爵夫人的体谅。”多罗西得以提前离开生日宴会，回到自己的住所。几天后，神殿的房门被推开，侍女欧弗洛绪涅欢快地跑了进来：“神谕者大人，有您的信件和包裹。”几名侍从抱着高高的礼盒跟在后面，看来之前的社交确实起到了作用。贵族们的礼物和邀请函正源源不断地送来。多罗西看着堆满房间的礼物，转过头对欧弗洛绪涅说：“谢谢，先把它们堆在那边吧。其实还有一份特别的礼物。”欧弗洛绪涅抱着一大束洁白的花朵走上前。多罗西愣了一下：“什么？”欧弗洛绪涅将花束递到他面前：“这一份是陛下送来的。”多罗西看着那满怀的白玫瑰与铃兰，整个人僵在原地。“西奥多给我送花。”他盯着那些纯净的花瓣，心中却升起一阵寒意。这是警告吗？是在叫我不要越界？在这个世界里，白色的花难道也象征着葬礼吗？欧弗洛绪涅从花丛中抽出一张精致的卡片，这里还有一封信。多罗西颤抖着手接过卡片，白玫瑰代表新的开始，铃兰代表幸福的祝愿，希望这份礼物和你的心意。今天下午见。多罗西沉默地看着信纸末尾那龙飞凤舞的签名，一言不发。天哪！欧弗洛绪涅双手捧着脸，笑得格外灿烂。真没想到陛下竟然这么浪漫，不愧是神谕者大人，您果然是特别的。我这就去帮您准备出门的衣服。浪漫。多罗西脑海中浮现出西奥多那张冷峻的脸，他正带着那种玩味的笑容注视着自己，仿佛在看一个落入陷阱的猎物。他握紧了手中的信纸，指尖微微泛凉。不，对我来说，这简直就像是一张死亡通知单。